玄真观。你真的要走？嗯。金宝，你回京去享受荣华富贵，徒留我在这山中孤独寂寞，你的心不会痛吗？想要什么？直说。师傅让我3日内画出5雷符，你知道的，我画的符连阎王见了都得摇头。那，给你。萧凛接过来看了看，这丫头倒是准备周全。你就这么抛下我走了？我是真舍不得你啊！想我一个小郡王，陪你到这山里清修，没有酒喝，没有肉吃，更没有美人，可怜可叹啊！你再装！昨天趁师傅打坐，你偷喝的是马尿，每天在山里摸鱼猎鸟，吃的不是肉啊！想当初你屁大点儿，我抛开京城里金尊玉贵的生活，陪你在这山上一住就是8年。为了照顾你，我从一个翩翩少年郎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你生病的时候，是我几天几夜没合眼。啊，停！说重点啊！我想要你的乾坤袋。啊！你不要太贪心啊！乾坤袋里都是捉鬼除祟的宝物，他拿这些去师傅面前，可以直接毕业了。果然，你一朝认亲，心里就没我这个哥哥了。唉。萧凛长叹一口气，像是感慨石锦的无情无义。唐石锦叹了口气，哎呀，都给你啊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萧凛勾起嘴角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手上的戒指。这个绝对不行，这魂戒对他至关重要。瞧你的小鸡样，赶紧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他知道那戒指对他很重要，从不离身，咱见好就收。唐世锦转身朝山下走去。你永远是我哥哥。他不知道萧凛有没有听见，正如萧凛收敛了笑意，即便你成了唐家女，你也永远是我妹妹。他掐指一算，不知你可有算到，你将来会有飞来横祸。小锦宝那么厉害，应是算到的吧。下山的途中，唐世锦习惯性地摸着左手食指上的魂戒，他确实缺了一魄。人都有3魂7魄，他却止于6魄。想起师父说的，这魂戒里蕴含的力量，再加上他自身的道法修为，足以保他在25岁之前性命无虞。但若不补齐缺失的一魄，他还是会早死，所以他才答应了和唐家人回去。师父说，魂戒会指引他找到丢失的魂魄。想着想着，唐世锦突然感受到了一丝邪气波动。不对呀，他早上算了一卦，今日运势还不错，会遇到贵人的，怎会是横祸？首领，是个道姑。一并杀了。几位，我并没有要打扰你们，你们也别挡我的路，可好？他说完，不经意间抬眸，看向被杀手包围的一主一仆。瞧，就说他的卦象从不会出错，贵人这不是来了吗？看见我们的人都得死。哼，几个傀儡而已，口气倒是大。贵人，我帮你解决掉这些傀儡，你把你手上的戒指送给我，好不好？只见他抬了抬手，身边的侍卫快如闪电，眨眼间便抹了几个黑衣人的脖子。还没死哦。杀了他，回去一样连上钱。杀！定！没人告诉过你们，看起来越是好欺负的人，越是不好欺负吗？你们的目标不是他吗？杀我做什么？哼，不说话，你们也想像这些傀儡一样4分5裂？3人惊恐，今天怕是碰到了硬茬了。他们也只是拿钱办事儿，早知道这小道姑这么厉害，他就不接这笔生意了。修道之人本不宜杀戮，但你们杀我在先，是为因；待于我手，是为果。
这便是因果。所以到了下面也别怨我，明白吗？他们只听见了一个响指声，灵魂就像是坠入了无尽的深渊。你是道观的人，归虚道长的徒弟。听闻你深得归虚道长的真传。不，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的道法超过了师父。想要戒指，嫁给我，戒指就是你的。啥？他只是想要破戒，他却想要他跳火坑。施主，我乃出家人，此生与婚嫁无缘。施主不如换个条件，我这里有很多符，驱邪挡灾，护身平安，风水布局皆可。据我所知，归虚道长的门下并没有要求弟子断绝红尘。师父说，破戒在谁手上，谁就可能是夺他魂魄的仇人，可手刃之，再拿回破戒。再说，破戒中有封印，他感应不到魂魄，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。反正你也活不长，虽然你是帝王相，但你命格被邪气侵蚀，导致你煞气缠身。我不着急，拜拜了您嘞。大不了等他死了，他再去取破戒。眨眼间，那一抹纤细的身影便消失不见。他手上那是魂戒。主子，咱还去道观吗？刚刚主子求亲，那是被拒绝了吗？不必。他想找的人已经找到了。唐时锦用了瞬移符，到了山下，瞧见山脚下停着一辆马车。小景，你是小景吧？我是你大姐姐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以为来的会是唐家少爷呢。啊，他们有事绊住了手脚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大姐姐来接你也是一样的。实则是突然多出个妹妹，家中几位少爷一时难以接受，便都推辞着不肯来。大姐，你对我释放出一点善意来接我，这是因。等我报答你，便了却了因果。其他人我并未在意。唐令仪知道这位妹妹自小便被送到道观长大，说话沾染了一些神神叨叨的习气，也能理解，但她语气太过凉薄。你二哥四弟实在是忙，5弟6弟又在学堂脱不开身，马上就要入围参加科考了，爹娘不好叫他们分心。我来接你，我们一路上还有个伴儿，多好呀。大姐你在筹备新婚，不应该更忙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看面相看出来的。她面若桃花，红鸾星动，一看就是好事将近，但她面相粉中带黑，却并非良缘。婚事有阿娘帮我筹备，哪里需要我做什么？我在家也是闲着，来接你也是帮爹娘分担点事。大姐，你被绿了。什么被绿？啊，你丈夫，不，准确的说是你的未婚夫背叛了你，这桩婚事不宜结。这也是你看面相看出来的？三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姐呢？小姐是你大姐姐，好心来接你，你不说感谢，怎么也该对小姐客客气气的才是。小姐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你怎么能当着小姐的面说她婚事不好呢？果然是养在外头的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小姐舟车劳顿来接她，又在山下等了她2个时辰，她就这个态度对小姐？半夏，不得胡说。半夏嘟囔的不再说话了。小景，这丫头也是个心直口快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若不是认亲，他们见着三妹妹，按理还得给三妹妹行礼。唐时锦摇摇头，见她真的不介意，唐令仪这才松了口气。眼下时辰已晚，天黑前是赶不回京城的。今夜我们怕是要寻个客栈落脚。大姐，普陀山方圆30里之内没有客栈。难道要在荒郊野外过一晚吗？这次随行也就带了几个随身护卫，深山老林的，万一遇到危险可怎么好？那大姐，
拿好这符箓，不必惊慌。唐令仪没懂，下一秒，小姐有什么？唐时锦掀开马车帘子。送葬队伍罢了，贴身佩戴这张符，不会有事的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。偏就在这时出了意外，啪嗒一声，抬棺绳子断裂，眼见棺材就要落在地上。就在抬棺众人惊慌失措时，忽感失重的棺材被人稳住了平衡，众人惊讶，这小道姑力气居然这么大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抬着呀，等着我给你们送上山嘛。队伍里的几个小伙子反应过来，连忙上来合力抬棺。唐时锦腾出手来，手里的神力符化为灰烬，咚的一声，棺材砸到了地上，咚咚，棺盖抖了2下。怎么回事？诈尸了吗？这怎么办？天一道长可是说了，棺材下葬前不能落地，否则这就是大凶之兆啊！一缕黑气突然往唐令仪的马车窜去，黑气还没碰到马车，就被符箓打散。我的人也敢动？你是想魂飞魄散吗？棺材里的黑气似乎发出了一声呜咽，似怨似哭。你是谁呀？不会是你冲撞了我爹吧？天一道长说了，我爹上山的路上不能见生人，定是你冲撞了我爹。哦，你爹怎么死的？我爹上了年纪，自然是寿终正寝。咔嚓，孝子声音落下，棺材盖裂开了一条缝。唐时锦敲了敲棺盖，要真是寿终正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气。里面的人想要你们给他陪葬呢。孝子脸色清白，抱着牌位的手不停地颤抖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扑通一声朝唐时锦跪了下去。大师，是小人眼拙，没看出您道法高深，您能不能帮我把我爹安抚下，送我爹下葬？您放心，酬劳肯定少不了您的。你爹怨气未散，这棺材你们是抬不起来的。棺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别说抬棺了，现在这些人连靠近都不敢靠，迟了可就影响下葬的时辰了。天一道长说了，得有时一刻准时下葬，这老东西才能保佑他大富大贵。大师，只要你帮我把我爹送到下葬之地，要多少银子您说就是。我虽然也赚死人钱，但我不赚黑心钱。唐时锦说着，随手一推，厚重的棺盖便被他轻而易举地推开。唐时锦扫一眼，怨气太重，今日若不化解死者怨气，恐怕这些人都得死。想要活命，就老实交代你爹的死因，并诚心悔过，求得谅解，否则你们一个都回不去。我爹就是寿终正寝亡故的，生老病死都算是寿终正寝，我爹是病死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怨气？说不定就是你这道姑故意吓唬我们的。你爹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，七窍流血，是砒霜吧？他怎么知道？你面相成一个尖字，尖嘴猴腮，一看就是贪财好色、阴险狡诈之人，是为了家产和女人吧？老东西限制他的花销，自己却一个接一个的小妾纳进府，他气不过，便按照老东西给他灌下了砒霜。你毒死了你爹，你爹这是要找你索命呢。竟是他毒死了朱老爷，当真是丧尽天良。不可能！他一把举起牌位，啪的一声砸碎。他就是病死的，你这道姑还想装神弄鬼吓唬本公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，真要是有鬼，你让这老东西起来找我呀！呸！死了都不安分的老东西，亏我还给你选了个风水宝地，挑选良辰吉时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死鬼有什么可怕的。朱大福骂骂咧咧地冲上来，似乎是想将棺材盖一把推翻，可不等他抬脚，
棺材里溢出的一缕黑气便缠绕在他脖子上。朱大福感觉有一股力量要将他拖进棺材里，他顿时瞪大了眼珠子，一手捂着脖子，一手伸向唐时锦求救。救我！若他诚心悔过，好好给他爹磕几个头忏悔，或许他爹还能放过他，但现在不可能了。在旁人看来，朱大福就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然后往棺材里栽去，那画面诡异极了。唉，自作孽不可活。1刻钟后，林中的大雾退去，众人抬头，时辰正好是酉时1刻。唐时锦挥手往棺材上贴了一道符。你们拿了朱府的银子，便要将他们送至下葬，便是了结了这桩因果。去吧。大师，他们应该不会再诈尸了吧？放心啊，不会了。后面的路你们走得会很平稳。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朱老爷没有要抬棺人的命，倒也算讲理。父子同棺也是少有。唐时锦回到马车上，瞧了眼抱成一团的主仆俩，笑了笑。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三小姐，是奴婢有眼不识泰山。三小姐道法这么厉害，可千万不要怪罪奴婢啊。小姐，你真的会？我还会抓鬼画符、驱邪镇煞呢。大姐以后要是见鬼了，可以来找我。不，他不想见。他本是不信鬼神之说的，但今日的事着实有些玄乎。出了密林，视野便开阔起来，但天色也黑了下来。小姐，我们要赶夜路吗？前面不远有个荒废的驿站，我们先去那里对付一晚，天亮再出发。他可不想走夜路，倒不是怕撞鬼，而是怕累。熬夜对皮肤不好，他得找个地方美美的睡一觉。在唐时锦的指路下，马车很快就到了驿站外。望着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唐令仪和半夏对视一眼。三小姐，这里面会不会有鬼？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鬼敢靠近这里。也就是说，有那个了。驿站里没有，外面嘛，不保证有没有。唐令仪主仆俩立马挨得更近了，手里紧紧攥着唐时锦给的符箓。小姐，这里只有这个，委屈小姐了。小姐能睡得习惯，我也能。转头就看到唐时锦往稻草上铺了一层被褥，还是带绒毛的。小锦，你这是哪儿来的？包袱里带的。大姐要吗？晚上可能会有点冷。唐令仪看着他的包袱，这里面能装下一床被褥。我用了储藏符，就是再来10床被褥也放得下哦。我能看看吗？唐时锦点头，然后唐令仪就瞪直了双眼。这些符都是小锦从道观里带出来的吗？这是我自创的。唐时锦塞了床被子给他。不是告诉过大姐我会画符吗？大姐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。不过要收钱的，亲姐妹明算账。唐令仪语塞了半天，他说错了，厉害的是小锦，不是符。唐时锦刚躺下，布下的阵法忽然有颤动。哪个不长眼的鬼敢打扰我睡觉？微弱的火光照影下，走进来2个身影。唐时锦瞧着有些眼熟，待人走近了，他才看清，这不是白天遇到的贵人吗？萧燕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小道姑一脸不爽，没听错的话，他刚刚说他是鬼。唐时锦正要说，这俩人怎么阴魂不散？见过19王爷，如此深夜，王爷怎会在此？19王爷难道他就是师父说过的那个19皇叔，先皇最小的儿子，当今皇帝的弟弟？
年纪与皇帝的儿子一般大，却是皇叔。见萧燕一直盯着唐诗锦，这位是我三妹妹，小妹一直养在道观，见到王爷一时有些忘了规矩，王爷勿怪。小锦，快过来见过王爷。唐诗锦上前，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他手上的戒指。见过十九王爷。天色晚了，本王路过此地，便来借宿一宿。唐小姐不必拘礼。唐家与庆王府抱错了孩子，此事萧燕亦有所耳闻。多谢王爷。唐令仪微微松了口气，拉着唐诗锦回去休息，刻意远离这位19王爷。唐小姐，不妨再考虑一下本王的提议。王爷只需记住，破戒中封印着一缕金魄，这缕金魄的主神便是王爷的贵人，务必不能将破戒交与他人。考虑什么？见他盯着唐诗锦，不考虑。唐令仪顿时明白自己会错意了。你不想要破戒了？想要，但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对王爷没有兴趣。高峰惊呆了，他第一次听人说对王爷不感兴趣的。他可知满京城的贵女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嫁入王府，他居然如此瞧不起王爷。你没尝过，怎知不甜？他没听错的话，19王爷这是看上小锦了？那尝了不甜，可以不负责吗？自然不可以。小锦，不可胡说。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！他听了都害臊。王爷勿怪，小锦她并没有轻薄王爷的意思。大姐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妹妹太憨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唐姑娘还会算命？当然，看相算命、画符驱邪我都会。不过要收费的哦。那你看我的秘术如何？你呀，命格好的短命鬼。你嘛，是地心之命，本该百鬼不侵的，可你命格被盗，又被人种下煞气。若我没有看错，你享年25岁。同病相怜呐。那不知可有解决之法？有啊。如何解？说是另外的价钱。那你的命格昂贵，我这算泄露天机了，得加钱。普通算命10文钱，你这个得10两银子。萧燕眯起眸子。他这表情是嫌贵吗？表贵而已啊，他堂堂王爷不会这么小气吧？那这是驱邪符，本来要卖1两银子一张的，这2张免费送给你体验一下，以后有需要可以找我。如此，那就多谢唐姑娘了。就这，不给破戒，好歹给钱呐。唐姑娘回京之后，若是遇到麻烦，可以来找本王。不接受画大饼样，只接受折现，不给戒指就给钱，别想白嫖我的。本王身上没带银钱，可否先欠着？那他这钱还掏不掏了？你一个王爷，这么穷嗖嗖的。小锦，不可如此对王爷说话。王爷莫见怪，我家妹妹。无妨。萧燕转身自己找个地方休息去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唐诗锦准时醒来，他爬起来打坐。他虽然懒散，但修炼一事从不怠慢。他低头看着手掌心多了一物，眼神微微诧异，再抬头发现驿站里已经没有小黄叔的身影了。他竟把戒指留给了他，将戒指戴在手指上，2枚戒指顿时出现感应。唐诗锦感觉到即使不用打坐，纯粹的灵气也源源不断地往他体内吸收。他掐了个手势，试探破戒里可否有他的一魄。
果然，戒指里有封印，想要查探，便要先解除这封印。这是血印，需要封印之人的一滴精血方能破解。唐时锦猜测，破戒既然在萧燕手上，想必是要他的精血才能解除血印。此时回城的马车上，主子，破戒对主子至关重要，主子为何？她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姑娘。你还是我那个不近女色的主子吗？萧燕抚摸着藏着心口处的那道符，只觉得有一股暖流自胸口蔓延至全身。唐时锦。从驿站出发后，唐令仪就在马车上跟唐时锦聊起了这位小皇叔。所以小锦，你切记，不要离王爷太近，大姐怕你出事。没看出来啊，那位王爷还有厌女症呢。唐令仪刚跟他说，曾有女子因仰慕19王爷而想与他亲近，却被19王爷当场扼杀，可谓是血溅3尺。难怪唐令仪昨晚刚好跟他保持着3米以外的距离行礼。哦，我会注意的。赶了一天路，马车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京城。又走了半个时辰，马车才停到了唐家门口。唐时锦从马车上下来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正要进门。哎，小锦。大姐怎么了？回家后，若是爹娘与你说什么，让你做什么，你莫要大意。大姐的善念我收到了。回去。唐时锦眨眨眼，退回去。吴嬷嬷，小锦刚回来，你别吓着她。大小姐，不是老奴要吓她，实在是侯爷的意思。三小姐自小在道观长大，怕是没学过什么世家规矩，未免以后惹来祸端。侯爷说，恰好借着今日，给三小姐一个警醒，让三小姐走侧门进府，也好记着，以后在家要谨言慎行。小锦乃唐家正经小姐，怎可走侧门？传出去，外人会笑话小锦的。唐时锦把跨进唐家的那只脚撤了回来。你们真的确定要让我走侧门吗？唐家这风气该好好治一治了。这是侯爷的意思。三小姐难道想在回府第一天便忤逆侯爷吗？你双眼不正，口生恶臭，脸大抱腮嘴歪，可见常犯口业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你敢咒我？果然是乡野长大的，不懂规矩。你还当你是庆王府的小郡主呢？唐时锦不理他，转头看向唐令仪。刁奴欺主，以下犯上，尊卑不分，这就是唐家的规矩啊。小锦，她是父亲的乳娘。乳娘怎么啦？乳娘就不是奴？吴嬷嬷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平时她都拿自己当半个主子，府里上下谁敢给她脸色瞧？侯爷说了，若三小姐不服管教，便叫我家法伺候。想来三小姐也不想回家第一日便被请去祠堂动家法吧？哼，你唐家老祖宗怕是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侯府的大门既不懂待客之道，留着也是多余。话音落，众人只听见嘎吱一声，朱红色的半扇门砰的一声倒了下去。你做了什么？这门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砸下来？定是你使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手段。你果然是个灾星。我打了个响指啊。唐时锦笑笑，抬手打了个响指。另外半扇门也轰然倒塌下来，正砸中吴嬷嬷。救我！我说过的吧，祸从口出，你非不听。他抬脚踩着吴嬷嬷身上的门板进了府。吴嬷嬷两眼一翻白，彻底昏死了过去。下人们见状立马慌了，赶紧喊人来抬门救人，再没人敢拦唐时锦的路了。
小姐，这是你家？你家门风不正，家风不严，怪不得我。好一个家风不严，你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，难怪要送到道观里才能养活。这话是在变相的说他是灾星喽。此人说话虽然不太好听，但却有一身正气，应该是个正直的。其实吧，唐家小姐的身份我是真看不上，也没想跟谁争什么，所以唐公子大可不必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他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想到正厅里的客人，今日家中待客，一会儿你不要乱说话。警告了他一句，唐玉妍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一眼，便转身走了。小姐，你二哥就是这么个直性子，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大姐，你别伤心才是。他没头没脑的一句，唐令仪没懂。此事是我宋家对不住唐家，若是侯爷与夫人实在无法接受这桩婚事，便就此作罢吧。正要进正厅的唐令仪怔住。宋青书，你好生过分，竟要如此委屈我的女儿。我女儿并无哪一点对不起你们宋家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她？你们宋家哪儿都死绝了吗？一个远房表妹的子嗣，为什么要记在你的名下？还要让我女儿没嫁过去便要做人后母，你们将我女儿置于何地？唐令仪陡然红了眼眶，突然想起小锦说的，他的未婚夫背叛了他，这桩婚事不宜结。夫人息怒，宋某惭愧，但是我家祖母说了，表妹可怜，孤身一人来投奔我们家，要养个孩子不容易。表妹家未曾落魄之前，与我家有恩，这恩情不能不报，还请夫人体恤。宋某也说了，若令仪实在不能接受，我也可以选择退婚。唐诗锦扫一眼，不过人模狗样罢了。唐令仪紧紧攥着手里的帕子，你方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表妹，出生凄苦，她孤苦伶仃一人，带着个孩子不容易，所以祖母想将孩子记在你我名下，以后就当是我们的孩子来养着。若是你能够答应的话，你便是他的嫡母；若是你不能答应的话，那我们的婚事恐怕……唐令仪一心期盼着嫁给他，对他死心塌地。唐诗锦姐妹俩一进正厅，卫士便抛开宋青书，立即迎了上来。你是小锦对吗？我是你娘，阿娘没能亲自去接你，你别怪阿娘。夫人忙碌，我并不介意。叫阿娘。阿娘。他看出来了，这卫士虽性子强势，但心底是好的，一个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乖，你先等等阿娘，等阿娘先解决了这些阿杂事，再替你惩治那些刁奴。小锦还没回来，府里这些个闲言碎语就传开了，真当他是死的。宋青书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愉，唐诗锦眸光微闪，心中划过一阵暖流。令仪，宋青书让你养外来子，你怎么说？唐令仪抿唇，看向宋青书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卫士皱眉，他自小便教他的孩子遇事要有主见。他女儿与宋青书的婚期将近，宋青书这个时候过来说这事儿，便是在羞辱他女儿。还没成亲就做人后娘，哪家千金能受得了这委屈？听过无中生有，没想到还有无中生表妹的。明明是你自己的私生子，凭什么强迫我大姐认下？宋公子玩得好一手的道德绑架呀！你是……好一个清丽脱俗的小姑娘。你面若春风，女人缘极好，且不只有过一个孩子，一子夭折，一子如今养在身边，黑心又滥情，配不上我家大姐。宋青书的脸都绿了。唐诗锦，你胡说什么？宋兄可是陛下钦点的状元郎。谁人不夸宋青书一句谦谦公子，文采斐然？这样的人实乃大姐的良配才是。你闭嘴！
谁才是你妹妹？竟胳膊肘往外拐，向着外人说话。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他要令仪认下的是他的私生子啊！唐令仪亦是不敢置信，他一直以为宋青书是个正人君子，是他看走眼了吗？我算过，是他亲生的。算？怎么算啊？像那些江湖术士一样，2根手指头一掐，胡话张口就来吗？看你这一身打扮，莫不是以此行骗为生吗？侯爷跟夫人可要好好认亲人，莫要认错了女儿，给侯府惹祸。他对我胡言乱语，看在侯爷的面子上，我尚且能够不计较，换了旁人，可未必会如此大度的。你第一个孩子是你强了你身边的丫鬟生的，但你家长辈又瞧不上人家，所以就把人给打死了。那孩子也被你们捂死了，对吗？宋青书脚下一个踉跄，往后跌了2步，险些没站稳。唐时锦掐指一算，你们还真是够狠的，连尸体都被你们扔去了乱葬岗喂豺狼。他是如何知道的？这事儿他做得极为隐秘，就连帮他运尸体去乱葬岗的小厮他都灭口了。侯爷，你就让他如此血口喷人吗？宋青书压下心里的惊恐，脸色扭曲地看向镇南侯。够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要安分守己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，还不退下？这亲爹似乎不怎么喜欢他。卫士攥紧了拳头，似乎正要反驳。母亲，三妹妹确实不适合在这里听长辈的是非，何况她还口不择言，要不就先让她回房休息去吧。闭嘴吧你！唐玉妍发现他竟开不了口，说不了话了。唐孝明想要怒斥，然则2片唇瓣像是粘在了一起，张不了嘴。逆女，你对为父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2张禁言符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安静的说事了。这位宋公子，你言小纯薄，乃薄情之相。宋公子应该视女人为玩物吧？胡说八道！如今你想将私生子养在我大姐名下，充作嫡子，应该是你已经遭了报应，往后与子嗣无缘了，对吗？宋青书不淡定了。半个月前，他随太子去京郊狩猎，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伤及隐私之处。宋家觉得丢人，便瞒着没往外说，连给他看诊的大夫都是花了重金封口的。你，这便是唐家的教养吗？唐家并未教养过我。哎呀，你的报应还不止如此呢。我观你印堂发黑，赤脉贯瞳，一看手里就过过人命，而且还干了不少黑心事，死气已经爬上你的眉梢，你很快就会有牢狱之灾。你的下场会像那对母子一样，被人扔到乱葬岗喂老鼠。小锦没在他身边长大，这些年在道观定是吃了不少苦，若是能养在他身边，他定是会好生教养着，让他跟令仪一样千娇万宠地养出来。看来他不是神棍，是脑子有问题。不过又想到他从小被扔在道观长大，不免可怜。唐玉妍看他的眼神，不自觉多了一丝心疼。混账东西，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？万万没想到，认回来的是个坑蒙拐骗的，他的脸都要被他丢尽了。大胆道姑，你敢公然污蔑朝廷命官，本官若是不给你一个教训，你便不知何为法纪。堂兄，你让开，你这妹妹实在是太过于放肆了，若是不给她一个教训的话，再往后怕是会给你唐家惹来祸事。我承认她是口不择言了些，但她是我妹妹，还轮不到外人教训。他诧异地回头看了看唐时锦，时锦对他微微一笑。宋兄若心怀坦荡，何必如此气急败坏，反倒让人觉得你心虚。莫不是小锦说的都是真的？宋青书的反应反而让人觉得他心里有鬼。我并非心虚，
既不心虚，你可敢将你的孩子抱过来当面对质？自然是不能对质。若被验出是他的私生子，未成婚便要唐令仪认作嫡子，恐怕他会被人戳脊梁骨。若是因此影响到他的官声和前途，更是得不偿失。小姐，宋公子是出了名的为人清正，你怎可如此揣摩他？即便你在道观待过，也不该将子虚乌有的那套带到家里来才是。爹娘向来是不信鬼神的，而且宋公子毕竟是大姐姐的未婚夫婿啊，你这般说他，置大姐姐于何地啊？你是谁啊？这人好像与他有点因果。魏氏皱眉，面色有些不悦。唐娇娇看了看不说话的镇南侯，抿着唇，瞧着像是受了委屈。她是唐娇娇家里的三小姐，便是与你报错的那位。哦，我们的事稍后再说。我劝你最好保持安静，不然我多的是办法让你闭嘴。他低下头，瞧着更委屈了。令仪，此事确实是我思虑不周了，唐突了你，也委屈了你，认嫡子一事便罢了。我们婚期将至，莫要因为旁的事情不开心。待大婚那日，我亲自过来迎你。他摇着头，微微后退了一步。私生子一事若是查验不清楚，我看这桩婚事还是作罢吧。夫人，有道是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何况还是您女儿的婚事啊！私生子一事纯属胡扯，这种莫须有的事情，您难道也信啊？宋青书说着，阴冷地瞥了眼唐诗锦。再说了，令仪年岁也不小了，若您不让她成婚，岂不是要误了她的终身吗？唐诗锦嘴角抽搐，唐令仪18岁，花儿一样的年纪呀，古人的年龄观真可怕。若你人品不端，是个不堪托付的，我的令仪即便是一辈子不嫁，我也养得起她。唐诗锦竖起大拇指，他有点喜欢这个霸气的阿娘了。镇南侯府几时轮到一个妇道人家做主了？他还没死呢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他察觉到镇南侯不对劲儿，猜测可能与唐诗锦有关。唐玉妍想说什么，终究是没开口。或许小锦真的有些玄妙的本事。令仪，此事是我一时糊涂，你不想养别人的孩子，那孩子我便让我祖母记在我二哥名下就是。我们这么多年相知的情谊，难道说还比不过你这个妹妹莫须有的胡言乱语吗？纵然他咬死不承认唐诗锦说出的那些事实，但心里已经不像来时那般有底气了。至于唐令仪，等到了宋家，有的是法子冷落他。大家都看向唐令仪，似乎是在等他下决断，毕竟关乎他的终身大事。宋公子啊，你瞧，你背后有人呢。一股阴冷的风从他背后吹来，宋青书只觉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脖颈僵硬的微微回头。不，鬼，有鬼！宋青书吓得一个脚软，差点没跪了。大家怪异的朝他看过去，他身后空空如也。宁香啊，原来他叫宁香啊，他带着孩子来找你了。宋公子，你怎么不敢看他呀？宋青书吓得落荒而逃，那模样像是真有鬼在后面追他。小姐，他真的……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自是希望大姐能嫁得良人，可宋青书是个烂人，及时止损才是对大姐最好的选择。阿娘，帮我退婚吧。魏氏点头，立即着人去办。魏氏又抬头看了眼唐孝明，小姐，他这是闪了舌头吗？唐诗锦挑眉，打了个响指说：我怕他闪到舌头。你这个逆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聒噪！他一个响指，唐孝明又不能说话了。小姐，
你对爹爹做了什么？你不会真能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唐诗锦抬眸凝视着他。是你吧？他目光太过凛冽，唐娇娇不禁心口一颤。什么是我？派人来杀我，是你干的吧？小锦，你说什么？有人要杀你？让娘看看，伤到哪没有？魏氏急切的关心暖到了石锦。我没事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从哪儿收买的傀儡？下山的途中遇到刺杀，虽说那些傀儡大部分是冲着萧燕去的，但他记得那杀手头目说了，杀了他照样领赏钱，证明有人收买他，不单单要杀萧燕，还要杀他。小锦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真是你派人刺杀小锦？唐娇娇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。娘，我没有，我和你们一样盼着小锦回家，我怎会派人杀她？这里面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阿娘养育我多年，我怎么会去杀阿娘的女儿？小锦，你可有证据？傀儡都死了，没有证据。唐娇娇暗中松了口气。阿娘，纵然我与小锦报错，却并非我的过错。我一直将您视作我的亲生母亲，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小锦，你舟车劳顿，先去歇着吧。阿娘还有些话要同你大姐姐说。柳珠，带小姐回房休息。是。唐诗锦识趣的没有去打扰他们母女说话，跟着刘珠回了魏氏给自己安排的房间。哇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三妹妹，您真有鬼跟着宋青书？我说有你未必会信。下次让你见见。那个叫宁香的丫鬟，她去宋府时曾经见过，是宋青书身边伺候的。小锦刚回京，此前并未见过宋青书，按理说是不可能会知道宋青书身边的丫鬟叫什么的，但她却精准地说了出来。方才是我说话重了些，三妹妹勿怪。你不为你妹妹出头？你才是我妹妹。唐诗锦微顿，唐娇娇毕竟在唐家养了10几年，想来比她这个突然认回来的妹妹要亲得多。我知道三妹妹不是恃强凌弱的人，是我狭隘了。退婚一事事关大姐，为求稳妥，还是我亲自去办。三妹妹，我先走了。万幸，她没对三妹妹做出什么不可饶恕的蠢事来。母亲也曾耳提面命地提醒她，若敢对三妹妹不好，定不饶她。今日之事看来，三妹妹虽说话直接了些，但心地是好的。察觉到唐玉妍对她释放出的善意，唐时锦弯了弯嘴角。唐二郎还不太了解他，如果有人不知死活的来惹他，他还是会恃强凌弱的。二哥，一肚子坏水的妹妹来了。二哥，小锦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从哪里听说了什么，竟会说我刺杀她。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同她解释了。二哥，小锦会不会记恨我？就是这样，寻回小锦前，他便日日在他耳边说，怕三妹妹是个不好相与的。听得多了，他便先入为主的认为小锦不好相处，这才在他进家门的时候说了2句重话。他当真是脑子糊涂了。唐娇娇字里行间分明是在挑拨离间。你若心怀坦荡，小锦不会不喜欢你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没走2步，又回头说，刺杀一事，若叫我查到什么把柄，休怪二哥容不下你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这么多年是谁管他叫二哥？唐时锦一回来，他便一颗心都偏向他，实在是可恶。唐娇娇目光阴冷，转头避开人，从后门出府去了。废物！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萧燕，本太子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他心下一颤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刚一进门，啪嗒一下，滚出去！太子萧战怒声呵斥，伺候的侍女侍卫纷纷低头退了出去。太子殿下息怒，娇娇听闻了个消息，特来禀告给殿下。
无关痛痒的废话就不必说了。娇娇觉得不是无关痛痒，殿下可知那个与我报错的唐家三小姐已经回到了唐家。唐家的事与我何干？我听说是她救了19王爷。你说什么？殿下有所不知，我这个三妹妹像是有些本事，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连宋青书都被她吓跑了。听说她是归墟道长的弟子，自小在道观长大。说来，她若还是庆王府的小郡主，须得唤我一声哥哥呢。太子哥哥这么说，是对她感兴趣了吗？肖战一把拉过她，唐娇娇顺势就坐到了他的怀里。娇娇吃醋了？哼！唐家女接回来了，你岂不成了小郡主？娇娇可想回庆王府啊？太子哥哥想让我回去？倒也不急，庆王叔在封地，等庆王府的人来接你再去也不迟。你方才说是唐家女救了19皇叔，我也是听他提了一嘴，说是遇到了傀儡刺客，被他给解决了，不知是不是殿下的人。唐诗锦把傀儡都杀了，倒是帮了他，不然让太子知道他私下收买他派出去的死士，怕是会对他不利。归墟道长的徒弟有点本事不奇怪，不过不妨事，往后他在京城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太子殿下答应娇娇的，不会不作数吧？本太子说话自然算数，但娇娇今后身份便不同了，本太子是怕庆王府不同意呀。有道是生恩不及养恩大，我到底是唐家养大的。再说，若太子开口，庆王怎会驳了您的面子？可娇娇毕竟还同我三弟有婚约，我总不好夺兄弟之妻呀。娇娇你说呢？殿下明知娇娇心悦于你，为何要说这话来伤娇娇的心？不好夺兄弟之妻，就睡兄弟之妻。太子惯会说些漂亮话。是本太子说的不对，让娇娇伤心了，本太子这就便来补偿娇娇。床帐放下，床便开始摇晃起来，依稀可以看到两人交叠的身影。入夜，宋青书睡着后，迷迷糊糊的，他听见有孩子的笑声。他半睡半醒的抬手抹了一把，屋里下雨了吗？那小鬼正趴在他胸膛上，宋青书惊恐的浑身战栗，头皮一阵一阵的发麻，床边阴寒之气更重了。他脖子僵硬的扭头，看到床边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。来人，来人！有鬼，有鬼，快来人！宋青书，这是你儿子，你嫌弃他吗？你家真的有鬼啊！宝儿想跟爹爹玩，对吗？小鬼从女鬼手上爬下来，宋青书吓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小鬼爬上他胸口。那小鬼把宋青书当做了玩具一般，玩了一会儿，气息突然就变了，张嘴就要咬他。救命！救命！咔嚓一口，小鬼咬掉了他手臂上的一块肉。饶命！晚了，你杀我们母子的时候，可有想过饶命？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杀，宋青书，你该死！青书！房门骤然被推开，有人扔了串佛珠打在小鬼身上，小鬼一声惨叫，很快就躲回女鬼手里。紧接着，屋子里有金光照耀，缠在宋青书脖子上的头发瞬间就退了回去。何方妖孽？佛祖在前，还不速速退去！你们都该死！阴森的鬼气向着宋家祖孙俩爬去。他咬紧牙，将手里的佛像高高举起，鬼气被佛光普照，尽数消散。女鬼见杀不了宋青书，便带着孩子化作一缕黑烟逃了去。宋老夫人立马让人将宋青书扶了起来。派人去乱葬岗，将那贱人的尸体找回来安葬，再请天一道人过来超度。
下人们面面相视，不明白公子说的是谁。去找宁香的尸骨，找到了将其安葬，请人来做法超度。能有这么大怨气的，只能是宁香。是。下人们领命退了下去。祖母，祖母救我！祖母救我！那贱人要杀我！祖母救我！我早说过，让你不要乱来，你非不听。如今好了，惹得怨鬼上门报复，哪怕你留下那个孩子也是好的。可怜老夫人一把年纪，陪着他熬鹰似的熬了一夜。天亮后，宋老夫人才在下人的搀扶下回房去补觉。公子，唐家二公子上门来了，请公子去前厅说话。不见，让他滚出去。平日里公子和唐家二郎不是称兄道弟的吗？就说我病了，见不得客，怕过了病气给他。唐家将他害成这样，还想就这么不痛不痒的退婚？小厮领命退下，又忍不住悄悄回头，总觉得公子怪怪的。清晨，唐诗锦刚睡醒，刘珠就端着清水进来给他洗漱。好家伙，被他这一打扮，感觉自己像个未成年。昨天唐令仪还特地叮嘱他，今早要去给老太君请安。小姐，听说宋家被人告上公堂了。哦，是吗？奴婢听闻告状人有2个，一个是宋府丫鬟的娘，一个是书生的娘，2个人都状告宋公子草菅人命，今日一大早就传遍了京城。他早说过宋青书会有牢狱之灾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平民状告官员是要被杖责的，那2位妇人拼着被杖打也要状告宋公子，可见是真有冤屈的。幸亏大小姐和他退了婚，不然岂不是要被宋家连累了？唐诗锦脚步一顿，小姐怎么了？大姐要被连累了。什么？大姐，你还好吗？小锦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大姐今日起晚了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你等等，我洗漱完，我们一起去给祖母请安。你不是起晚了，你是哭忘了时间啊。小锦当真是火眼金睛。大姐，你哭什么？因为宋青书吗？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甚至你说他染了人命时，我还抱有一丝期望，希望是你看错了。说句不矜持的话，我一直将他当作我的准夫君看待。大姐舍不得宋青书啊。唐令仪咬着唇没说话。宋青书他不是良人，他甚至不是好人。我知道，小景你是对的。他突然觉得那一魄不找回来也挺好的，但就是七魄不全，要命。要感情和丢魂魄都要命，头疼。大姐，我不会安慰人啊，但有一句，做人要朝前看，不要在烂事上纠缠，也不要为烂人而左右情绪，不值得。可是烂事不肯放过我，你二哥去了宋家，被赶了出来，宋家推说宋青书病了，见不得人，宋家不肯退还更帖，这婚事便退不成。现在宋家又惹上官司。大姐不必苦恼，不出3天，宋青书必死。唐令仪攥紧了拳头，若不能在宋青书死前退婚，她名声一样受损。安慰了唐令仪2句，姐妹俩便一起去唐家老太君屋里请安。你就是唐诗锦？回老太君，我是。诗锦这名字不好，到底是别家给你取的名儿，换一个吧，就叫娇柔吧。唐娇娇，唐娇柔，你自小养在外头，难免有不安规矩的地方，以后就跟着娇娇多学学，要知道谨言慎行，
别给家里丢人。我觉得我的名字挺好的，老太君喜欢这个名字，不如自己用吧。你，唐老太君似乎没想到他这么不恭顺。你顶撞长辈，出言不逊，来呀，给我把他拖去祠堂跪着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这死丫头还当自己是郡主呢，今儿他就好好给他立一立规矩。唐诗锦还要说：“小锦，别说了，祖母，小锦刚回来，家里的规矩难免有些不知情，还请祖母莫要怪他，以后我一定好好教导于他。”哼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作为唐家嫡女，你的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闹出要退婚的丑事，尽给我唐家抹黑。唐诗锦拳头硬了，这样无德的老人真要供着？愣着做什么？拉下去！门口候着的小厮便要上前来对唐诗锦动手。住手！他不动声色地将两个女儿护在身后。老太太这是做什么？小姐哪儿做错了？她出言不逊，顶撞长辈，你还问她哪儿做错了？你的两个好女儿，一个不懂规矩，一个惹是生非，这也是你作为亲娘教导无方的过失。谁家媳妇不是在婆婆面前伏低作小？她倒好，派头比她这个做婆婆的大。刚嫁入唐家那会儿，她也曾忍过这老太太，可她这婆母3天2头的给她立规矩，没忍多久就爆发了。那请问老夫人，小姐因何顶撞长辈？我不过是要给她改个名字，她并不将我放在眼里，如此忤逆不孝，不该好好教训吗？我觉得石锦这个名字很好，为何要改？我才是他们的娘，我都没说不好，您便要越俎代庖，是不是也不太庄重？他喜欢这个娘。我是他们的祖母，怎么就不能管教他们？您想管就去管您的儿子女儿，我的儿女我自会管教。卫士偏头看了眼唐诗锦，唐诗锦冲他眨了眨眼睛，卫士露出个笑意。既然请过安了，就带你大姐姐回去吧。老太君不喜欢你俩，你俩明白吗？唐令仪低着头，很是自责。看得出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互相都不喜欢对方。自己的大女儿到底是循规蹈矩教出来的，如今看来倒是野生野长的小女儿更会照顾自己。令仪的性子，一句长辈压下来，便只有吃亏的份儿。所以往后你俩就不必来这院子里晃悠了，免得碍老太太的眼。说罢，微微一屈膝，儿媳这便将他俩带回去好生管教。老夫人，您好好歇着，少操些闲心。老太太差点没气晕过去，卫士转身就走，还不跟上？莫要在这碍眼。是。老夫人，观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要小心哦。孽障，你敢咒我？祖母，您没事吧？跟他娘一样没规矩，不愧是他亲生的。祖母，如今宋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外头都说我们唐家忘恩负义，是势利眼呢。宋家一出事便要退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人说是大姐姐克夫，这才祸害了宋家，说我们唐家门楣不干净的。她们姐妹俩就是个祸害。唐娇娇低眉敛目，嘴角勾起冷笑。母亲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？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是怎么说令仪的吗？混账东西，你与那宋青书称兄道弟，你说是不是有意偏帮那宋青书啊？母亲，我冤枉，我还没糊涂到亲疏不分地步吧？如今得知了宋家的真面目，我怎会不希望大姐脱离火坑？可宋青书和宋家老夫人都推脱不见人，又被官府传唤了去，他不肯交出大姐的耕田，我总不能打上宋家去吧？哼，怎么不能？他宋家干出这等卑鄙无耻的阴毒之事，我们退婚乃天经地义。唐玉言顿时不敢吭声了。阿娘放心，宋青书死之前这婚是能退，不退就打到他退。春风楼，主子，京兆府将那两人打了一顿板子，却没关押宋家人，这是不是不合适啊？官官相护，不无道理。衙门在搜查证据，宋家又是官眷，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京兆府是不会关押宋家的，更不会对宋家用刑。这事落在京兆府头上，也是个烫手山芋。一旦找到点证据，京兆府便会立即移交大理寺。
那宋青书草菅人命，实在该杀，居然还能在他们家逍遥快活。宋青书离死不远了，在家可未必快活。宋青书在家里已经被吓得脸色灰白，死活都不肯离开宋老夫人的佛堂。人呢？人呢？找到没有？让你们找个尸体这么难吗？废物！废物！是一些废物！老夫人，我们找了许久，都没能找到你，没能找到尸体，怕是被野狗分食了。放屁！怎么会找到？那贱人就扔在那儿，定是你们没有用心仔细的去找。祖母，你再让人去找，你再让人去找，不然他不会放过我的。那贱人会杀了我的。祖母，住口！清醒点了吗？你现在应该想想如何应对官府。你狠心却又不够狠辣，留着宁香和那秀才的娘，给宋家惹来这么大的祸事。我哪知道他们敢去官府闹事？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呀！哼，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偏偏就去了。万幸，我们找不到尸体，官府也找不到，没有证据，便不能定我们宋家的罪。届时再去府尹大人家里走一遭。你记得，斩草要除根。是，孙儿记下了。你将供奉的佛像抱回去，便不会有事。是，谢祖母。半夜，宋青书彻底熬不住了，瘫在床边睡了过去。啪嗒一下，佛像掉在了地上。顷刻间，屋子里阴风阵阵。对不起，宁香，我曾经真的心热于你。女鬼一顿，掐他脖子的力道停住了。我想过好好待你，但是祖母不允。宁香，你别怪我，是祖母嫌你出身卑微，我没能保护好你和孩子。趁着这个空隙，宋青书奋力一捞到了佛像，举起佛像震慑女鬼。女鬼顿时被佛像照出的金光所伤，化作一缕黑烟消散开。宋青书拔腿就跑，抱着佛像跑出了宋府。宁香，花言巧语，骗子，该死！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，喂狗！哎，你还不能杀他！好了，救救我！堂兄、爷兄，看在我们同床多年的份上，我求你救我！求错人了，他可救不了你。是我看走了眼，才与你相交多年。我救不了你，我三妹妹也不会救你。唐小姐，唐姑娘，我求你救救我，我求求你了！放开！不放！除非你答应救我，有鬼追我，有鬼啊！你不是道公吗？你为什么不救我呀？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你自己做的恶，怨鬼缠身就是你的恶果。再不松手，我就把你丢进女鬼嘴里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没有恩怨，我不缠着你，你把宋青书交给我。唉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没想到你都做鬼了，还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。唐时锦抬手，指尖祭出一张符箓，他身上被佛像照出的窟窿都愈合了。佛光所伤，若不修复，你就会魂魄不全，即便到了地府，将来投胎也会是个傻子。多谢大师，可宋青书他该死。你放心呀，会有人替你主持公道的。可你手上若沾了人命，就得在地府受罚，投不了胎。我不在乎。荒唐！为了一个男人断送了自己的轮回路，亏不亏啊？玄影卫，见过十九王爷。王爷怎么来了？有人宵禁出逃，本王便来看看。我没有逃，我也不是逃犯，我是被鬼追的。宵禁外出，其罪一；违背官令擅自出府，其罪二；杀人抛尸，其罪三。辩解的话，就留着去公堂上说吧。王爷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宋大人还不知道吧？宁香的尸体找到了。等等，这是京兆府的案子，就算上报，也是由大理寺审理，由19王爷审视的。19王爷这是越俎代庖，我不服，我要申诉！然而高峰可不给他叫嚣的机会，直接塞住嘴就让人拖走。啊，那个王爷，我还有点事儿呢。拿，
这是你的庚帖，我带我大姐还给你。我大姐的庚帖呢？庚帖在我祖母那里。虽然我不想碰你，但我可以请宁香帮我搜身哦。宁香乐意效劳。不要，我给。唐月言接手看了看，确认无误后，才对唐诗锦点头。大师，我也先走了。等等，拿，这是我二哥。啊，你是宁香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让你亲眼见见。刚刚唐诗锦拍灭了他肩上的一盏阳火，这才让他看见了宁香的鬼魂。宁香告退。王爷，没什么事，我们也先走了。别生了，你一个姑娘家走夜路不安全，本王送你回去。那就有劳王爷了。19王爷是看不见我吗？二公子，你与宋青书交好，不如跟我一起去审问他吧，也好防止他扯谎。主子要送小姑娘回家，他不能让人打扰主子。看谁以后还说主子没有女人缘，瞧瞧唐三姑娘离主子何止3米，那是3毫米的距离呀。王爷，我到了。今晚多谢王爷，王爷果真是我的贵人。收了本王戒指的，便是本王的贵人。你不必担心，本王不会强迫你做点什么。进去吧，夜深了，早点休息。你好大的鬼胆啊！知道他是谁吗？就敢跟着他？饶命！别打！我不是要缠着王爷。我刚看到你也在缠着宋青书，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吧？不错，就是宋青书害我，可恨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无法靠近他为自己报仇。书生从地上爬起来，多谢王爷替我们主持公道，还救了我娘，不然我们的冤屈恐怕永远也无法见得天日。你是梁生？是。你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宋青书就是靠着你的文章夺得殿试魁首。本王会奏请陛下处决宋青书后，将文章寄还给你名下，你可以安心去投胎，下辈子定能出彩。多谢王爷，小人下辈子再来偿还恩情了。说完，他便化作一缕青烟离开了。没想到王爷能看见阴魂呢。运师弟没法子，不见也得见。我也不白拿王爷的破戒，这便直说了王爷的命理，就当是换破戒的报酬。萧燕眸光幽深地凝视着他，唐诗锦祭出张符，在他们周围布了个结界，以防隔墙有耳。我之前就说过，王爷是地心之命，命格贵重，但你的命格被人动了手脚，我猜是在你没出生之前就有人对你下手了。萧燕面上没什么波动，却悄然握紧了拳头。地心命，百邪不侵，和你命格缺失，便会出现极端的反转，那些邪煞之物都会找上你，导致你现在煞气缠身。我给你的符只能帮你暂时压制。听说你是国师的入门弟子，那国师应该跟你说过，若煞气不除，你只能活到25岁。你分析的比国师更加精准。想要活命呢，就得拔掉你身上的煞气，得找回你的地心命。怎么找回？你现在有2个解决方法。第一，换命，找一个道法高深的人为你施展禁术，将别人的命格换给你，再将你身上的煞气渡给别人，如此呢，你便有了普通人的命格。第二，找出夺你命格之人，夺回即可，地心归体，邪煞自破。你的道法可能做到换命？但他不能帮他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，换命是逆天之举，会遭到反噬的。你不是说本王命格贵重，寻常人的命格哪里配得上本王？若要用他人的命来苟活，那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他挥了挥手，撤掉结界。王爷大意。我算过，宋家一世上有贵人相助，方才那书生追来感谢王爷，王爷便是助他们沉冤得雪的贵人。这样的恩义，与王爷也是功德。何以见得是本王帮了他们？小皇叔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？以民告官，恐怕不是挨板子那么简单。那2位妇人的儿女被害，不是1天2天了，想来也不是没告过官。若无人给他们撑腰做主，在官府挣来一个公平公正的审案机会，他们怕是连那顿板子都挨不过去。阿锦很聪明，
连称呼都进化了，这是在跟他套近乎？那以阿锦看来，本王的命格该如何找回？看到没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亲近，一切都是带着目的性的。这是另外的价钱啦。萧燕抿唇看着他，那微皱的眉心看着有几分悲怜。破戒值不了那么大价钱。魂戒和破戒皆可吸纳天地灵气，与修道之人大有益处。那戒指在本王的手上也只是做到保密用，阿锦拿着它更能发挥出它的作用。放在本王手里，着实是大材小用了。阿锦，你早些休息，本王先走了。说完，他转身便走。破戒于他便是镇压煞气所用，他这话说的好像自己的性命无足轻重似的。我可以帮王爷找回命格，之后王爷不可以再缠着我，也不可以再拿破戒说事。这个在意。在意是什么意思？男人就是麻烦。剩下的事就交给官府啦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俗话说送佛送到西，王爷会有福报的。理解到他的用意，萧燕嘴角紧笑。高峰回来，只看到主子盯着唐家大门。主子与唐姑娘说了些什么？我说了，她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姑娘。莫非唐姑娘又给了主子护身镇煞的符箓？并未。这心软在哪儿？我怎么没听出来？主子，死者的尸体都拉回来了，是直接送去京兆府，还是另行安置？请主子示下。天快亮了，宋家气数该尽了，送去京兆府。是。高峰领命去办。唐诗锦和离开的萧燕都没瞧见，阴黑的夜色中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唐家大门，目光阴冷无比。下官见过王爷，这些尸体他是受害人，刘大人可以找人来认尸，此案可能会多几个苦主。说完，他也没打算走，直接就到旁听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大人，宋家人带到。请说。老夫人，这是公堂，请注意秩序。老身认罪。说说吧，你认哪桩罪啊？老身都认。哦，都认。老夫人的意思是，这些人都是死于你手。不错，都是我杀的。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本官记得，那梁生似乎还是宋青书的同窗，那可是都与他一起读书的朋友之交，与你宋家无冤无仇。老夫人这般年纪，为何还要杀害他们呢？我孙儿是状元郎，他们都是寒门子弟，如何配与我孙儿做朋友？哼，不过是想来沾我孙儿的光罢了。你，大人不必再问，我都认。大人按律法处置了老身便是。祖母，祖母！听见宋老夫人为他顶罪，宋青书眼睛红了，他爬到宋老夫人身边，跪下。人都是老身杀的，与我孙儿无关，他并不知情，还请大人明察。青书他罪不至死啊！王爷，您看着，人犯既已认罪，此案是否可以宣判？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肃静，肃静！公堂之上嚷嚷什么呢？没看正在审案吗？求大人为我儿子做主。王爷在此，本官和王爷自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现在都肃静！老夫人可以顶替宋青书杀人的罪名，却顶替不了他盗用他人文章欺君罔上的罪名。本王已命人将你剽窃他人文章并杀人灭口的事上奏陛下，陛下废了你刑部侍郎的位置，一律严惩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不可能会知道！王爷说我孙儿盗用他人文章，有何证据？老夫人若不信，本王可以让梁生本人来和宋青书对质。本人？笑话！此人如何开口说话？谁说此人就没有办法开口了？怎么，老夫人没见过？宋老夫人心虚的眼神一闪，一股冷风吹来，像是有只手摸上了宋青书的脊梁。我认，不要再让他们过来缠着我，我认，我全都认。是我盗用了他的文章，将他推下水泥王的，是我做的。别来找我，都别来找我，走开，都走开！
人是我杀的，我不仅杀了梁生，我还杀了好几个人，他们怀疑我的，嫉妒我的，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杀了，都杀了。怎会如此？天要亡我宋家呢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哎呦，糊涂啊！怪我一时糊涂，没能阻止你做下错事啊！这下，宋家乃至宋青书的罪名便彻底挣脱不掉了。小姐，这是神机妙算，说宋青书3天内会死，他就真的活不过3天。奴婢听说他在牢里自尽了，死状很是凄惨可怖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这便是他的报应。不仅如此，小姐，奴婢还听说了更吓人的。奴婢听说宋青书练了什么邪术，官府在宋家搜出了不人不鬼的东西，吓坏了不少人，最后府尹大人下令全都烧了。不人不鬼的东西？难道是……与此同时，太子萧战亲自到了19王府，给萧燕一个交代。皇叔，侄儿也没想到宋青书竟然还会圈养傀儡，他是父皇钦点的状元郎，为人平时谦逊有礼，不想我们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太子觉得宋青书有那个本事，养得出傀儡。官府在宋家搜出了傀儡，证据确凿，由不得我们不信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和皇叔一样，也不敢相信宋青书是这样的人。可见他表面温雅，内心极其阴暗。太子说是就是吧。宋青书养傀儡刺杀皇叔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自尽在牢里，算是便宜他了。皇叔若是不解恨，我可向父皇请旨，株连他9族。这话是在帮主子解恨吗？这是在抹黑主子。太子有此心意，本王甚是欣慰。高峰，传下话去，宋家圈养傀儡，罪大恶极，太子有令，诛其9族。不想反被萧燕将了一军。是，属下这就去京兆府传话。高峰走得飞快，太子想拦都没拦住。皇叔，侄儿这是请示皇叔的意思。皇叔若不怪罪，侄儿自不会奏请父皇株连宋氏9族。太子乃储君，何须请示本王的意思？这便是太子的指令，京兆府自当遵从。侄儿还要回宫向父皇复命，就不叨扰皇叔了。侄儿告退。回头他得去敲打刘府尹那个蠢东西，要知道什么话该传，什么话不该传。忽然脚步一顿，回头看着萧燕。怎么，太子还有事？皇叔的戒指哪儿去了？与你何干？是侄儿多问了，侄儿告辞。出了王府大门，太子面色阴沉下去。去查萧燕最近和什么人来往密切，再去京兆府知会一声，别拿萧燕的话当圣旨。是。实际高峰根本就没去，他知道主子只是说来敲打太子的，他才懒得往京兆府跑一趟呢。主子，太子定会去查主子的行踪，若是叫他查到唐姑娘头上，岂非会对唐姑娘不利？他敢动小姑娘，本王能碎傀儡，也能碎他。小姐，祖母出事了，父亲和阿娘都赶过去了，你也随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吧。大姐啊，我们要听阿娘的话，不要去碍祖母的眼，说不定祖母见到我们怒火攻心，伤得更重。我们做小辈的，该尽的孝道还是要做到的，不然会被人说闲话的。哦，随便。他早就提醒过老夫人会有血光之灾，奈何他老人家不信。小景不想去便罢了，我去瞧一眼，即便是表面功夫，也不能全叫唐娇娇一个人做了。唐令仪走后，唐诗锦右眼皮突如其来的跳了2下，他默默地抬起手指，掐指一算，最近有横祸呀，老太太的血光之灾也在这因果之中啊。与此同时，乱葬岗，宋家毁在一个小丫头的手里，真是可惜。你虽罪有应得，但老夫人对我有恩，我得报恩，替宋家出口气。那小姑娘3言2语就要了你的命，想不想亲自报仇？尸身上溢出了黑气，男子用了一张符将宋青书的灵魂禁锢在肉身里，然后将尸体带走了。唐诗锦正打算研究一下破戒里的血印，
突然，天空降下一道惊雷，伴随着闪电，晴天霹雳。这是老天爷给他的警示吗？小姐，老夫人请你去一趟书房。唐诗锦去开门，是个衍生的丫鬟。你是？奴婢是夫人院子里的人，夫人请小姐过去一趟。哦，知道了，这就去。侍女默默地退下。唐诗锦到了书房外。会俗语，你出尔反尔。呸！唐小明，我为何反悔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别逼我撕破脸，抖露出你的丑事儿。唐诗锦停住脚步，貌似与他有关。我能有什么丑事？分明是你自己猜忌多疑。我堂堂一个侯爷，后院仅有2个妾室，让你在侯府风光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哼，这府里但凡有1个妾室，你便是背信弃义。不妨告诉你，想用小锦换唐娇娇，你休想！谁若想委屈了我的小锦，我就让他坟头血溅3尺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他推开门走了进去。阿娘，你们想让我顶替唐娇娇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个小事儿。老太君摔伤了，小锦可有去瞧过吗？没有。你作为孙女儿，不说在床边侍奉汤药，竟连看都没去看一眼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点孝道？你吼什么？不让小锦去，这话是我说的。听听，你听听，这是你身为儿媳该说的话吗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悍妇？他大概是忘了，他就是因为娶了他这个悍妇，才有今日的地位，侯府才有今日的荣光。娇娇伺候汤药，陪伴祖母，一样不落。你看看你，这个逆女到底对他使了什么妖法？唐诗锦表示别想 PUA 他。小姐，他这是……我给他用了禁言符，他太吵了。卫士没说什么。你们想让我顶替什么？阿娘回房跟你说。唐诗锦点点头，跟着卫士离开。临出门前，卫士回头扫了一眼唐孝明。小锦的认亲宴我是要办的，不仅要办，还要办得风光隆重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小锦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侯府正经的3小姐。说完，拉着唐诗锦走了。回到房里，卫士叹了口气：“小姐，阿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”唐诗锦没说话，等着卫士的下文。接回你之前，阿娘曾觉得你不如我养在身边的唐娇娇亲近，便也就默许了你爹的馊主意。哦，什么馊主意？想让你带唐娇娇嫁给齐王。那阿娘为何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？因为阿娘得知当初你与唐娇娇报错，并非意外，有人故意换走我的女儿，只为了满足她的私欲。是谁换了我和唐娇娇？是你爹。唐诗锦愣住了。我以为报错是意外，实际是为人所害。我待唐娇娇如亲生，结果却狠狠打了自己的脸，当真是荒唐可笑。我如今算是明白了，你爹肯说出报错的真相，把你认回来，只是不舍得唐娇娇入齐王府受苦，想让你代替她。你爹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小姐，阿娘对不起你。我不怪你，他为什么要换走自己的孩子？卫士直摇头，不肯说。我听闻你和我母和庆王妃是手帕交，你们年轻时感情很好。唐孝明不惜用自己的女儿换回庆王妃的孩子，理由只有一个，他喜欢庆王妃。卫士愣住了。看来我猜对了。卫士眼泪直落，当着女儿的面哭得像个孩子。小锦很聪明，你猜得不错。唐孝明年轻时对庆王妃求而不得，可笑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我。直到他不经意间听到吴嬷嬷和唐孝明的对话。爱屋及乌，他得不到庆王妃，养着庆王妃的女儿也是好的，可我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。他和唐娇娇让我觉得恶心。所以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唐娇娇和齐王有婚约？原本是这样，但小姐你放心，
阿娘如今知道了自己的错处，断不会再让你跳那火坑。唐时锦掐指一算，我和齐王没姻缘，但有财源。小姐，你真的不怪阿娘吗？这事错不在我们，我没有理由怪你。倒是阿娘这么跟唐孝明和老太君对着干，不怕他们？哼，休了我，他不敢。这么厉害？那当然，阿娘背后有人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爹。他就是个外强中干的，看着英勇，其实胆小谨慎着呢。唐孝明的面相确实如此，也就嗓门大点，就值他一张禁言符的事儿。你帮令姨拿回庚帖，摆脱了宋家的纠缠，阿娘要谢谢你。她是我大姐，我理应帮她。好，往后咱们娘儿仨才是一家人。唐家的人，你若不想搭理，全当没看见。若有人敢欺负你，阿娘把他腿打断。小景真好看，略施粉黛，便已是个倾国倾城的小美人。今日啊，定能惊艳四座。大姐，有必要这样隆重吗？头上这个冠可不可以拿下来啊？就是要隆重，让外头那些人都知道，我们小景不是什么乡野丫头。来，大姐扶着你走。大小姐，各家小姐都到了，夫人让大小姐带着三小姐去同各家小姐们说说话，认认人。知道了，小景，咱们家在京城，今后免不了同各家千金打交道，我带你去认认人也好。大姐，我饿了，要不你先去，我等会儿再来。啊，忙活一早上也没吃点东西，是该饿了。离开席还有会儿，刘珠，你去小厨房拿点吃的，给小景先垫垫肚子。半路上，唐时锦忽然脚步一顿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扑通！呀，有人落水了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。小姐，你怎么跳下去了？来人呐！快救三小姐上来！刘珠喊来的人一起把唐时锦和落水的人拉上了岸。这倒霉孩子！小姐，你吓死奴婢了！你没事吧？你突然跳下去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夫人不得扒了奴婢的皮吗？小姐，我们先回去，奴婢给你换身衣裳。不用这麻烦。然后一抬手给自己用了张清洗符。小朋友，你自己能起来吗？要不要姐姐拉你一把？孩子没理他，只是目光呆滞地朝他看了过来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和你爹娘走散了？我带你去找你爹娘，好不好？那孩子似乎听懂了，没有抗拒他。这位大叔，我把你的孩子给你送回来了。父母作为监护人，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，否则出了意外，后悔莫及。你是唐家姑娘？唐时锦点头。你是在跟本王说话？三妹妹。这时唐玉妍赶了过来。你弄错了，这不是崇王的孩子。王爷恕罪，我三妹妹一直远离京城，对京城人事尚且不识，唐突了王爷，还请王爷见谅。这是瑞王家的小公子，瑞王不在这一桌，我带孩子过去。才不是！哎呦，长生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吓死母妃了！快过来母妃这里。为父不是叮嘱过你要跟在母妃身边，偏生你不听话，叫你母妃担心，你可知错了？是我没看好长生，王爷不要怪他，他还小，本就胆小，王爷莫要吓着他。这时有个侍女匆匆赶来，在瑞王妃耳边嘀咕了几句。竟是三小姐救了长生，大恩大德，我必没齿难忘。今后三小姐若有用得上我的，尽可来瑞王府寻我。我看这孩子的面相，怕是还有大劫。三小姐这话是何意？这孩子方才落湖，我便察觉到他身上有阴气，否则不会被拽下水。听闻你原是我庆王兄的孩子，但命不好，庆王兄便将你送到了道观养活，没成想你学得一身江湖术士坑蒙拐骗的习性。幸而不是我庆王兄教养的你，否则怕是连庆王兄夫妇都要跟着丢脸。
长生，过来。长生没动，下意识地往唐诗锦身后躲了躲。你不是他爹，他才是。小锦，你在说什么？这话可不能瞎说，快向王爷道歉。三妹妹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，这宴席还吃得下去吗？我不可能看错，我就算不看孩子的面相，但看孩子的五官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更像谁？三妹妹，两位王爷是亲兄弟，孩子长得像叔叔好像也不奇怪。你是在替瑞王打圆场吗？两位王爷也知道，我家妹妹自小长在道观，如今刚回到家中，仍旧是有些不谙世事。王爷若有责罚，预言愿待妹妹受罚，绝无二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为什么要受罚？三小姐，本王妃感激你救了长生，可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呢？长生是我的儿子，他才8岁，你怎可随意编排他？我没说长生不是你的儿子啊，我只是说瑞王不是他爹。荒唐！长生是不是本王的儿子？难道本王不清楚吗？唐家难道没有教过你，大家闺秀应当要懂得谨言慎行吗？你如此口无遮拦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不信就算了。他看了看瑞王妃的面相，他明白了，瑞王妃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给瑞王戴了绿帽子啊。没想到唐家认回来的闺女不仅是个神棍，还是个缺心眼的神棍。唐家危矣呀！你怎么回事？在自己的认亲宴上也要惹是生非？不会说话，我可以让你闭嘴哦。王妃见谅，我女儿刚回到我身边，不免有些不通人情，是我疏于管教了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我替我女儿向王妃赔罪了。瑞王妃上来就将长生从唐诗锦身边抢了回去。夫人以后还是好好教导他吧，莫要叫人笑话，唐家也丢脸。但长生似乎不愿意松开唐诗锦的手。这孩子命里有大劫，有人要对孩子不利，这个护身符你们拿着，给长生贴身佩戴，可保他平安。本王看你是个女娃才没重罚你，你竟还敢胡编乱造，坑蒙拐骗到本王头上来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瑞王妃一犹豫，夺过长生手里的符。长生，母妃不是告诫过你，不可轻信他人。走，跟母妃回去。转身后，瑞王妃随手将护身符扔了，然后带着长生走了。三小姐真性情也。说完也起身离去。逆女，你得罪了瑞王和崇王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是个19王爷到！快去迎接王爷。本王来迟了，没赶上宴席。不，王爷来的不迟，这宴席还未开始呢。唐家居然能请来19王爷，倒是他们小瞧唐家了。阿姐怎么不高兴？被欺负了？不用捡了。别不高兴，修道假就因缘际会，一切都是命数。不要摸我头，摸头长不高。好。碰了，主子终于碰女人了。不是说19王爷不喜女子近身的吗？王爷，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入座吧。本王有洁癖，想与阿锦同桌，不知可否唐突？不唐突。小锦，你带王爷去里头那桌。王爷跟我来吧。这是王爷的意思，王爷很喜欢。我的意思是，王爷很看重三小姐，夫人安心收下便是。你说，王爷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高侍卫刚才那话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不？你听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不？我觉得也是那个意思。你去小锦那桌，瞧瞧王爷究竟有没有那个意思。你可瞧出什么了？19王爷和你妹妹说了些什么啊？什么也没说。卫士瞧他一眼。是真的什么也没说。三妹妹只顾着吃，要说有什么，那就是19王爷只顾着看三妹妹吃。王爷慢走。你最近要当心，出门最好让人跟着。好，小子，我能解决。谢谢王爷提醒。小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，一只老鼠罢了。认亲宴结束后，唐诗锦便把他的存货符纸都拿了出来，分给唐令仪和卫士以及唐玉妍，并叮嘱他们要随身佩戴，可保平安。听说你给府里人都发了符纸，为何没给为父和娇娇？符纸没有了，
我正要去买空虚画符呢，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画给你们，不过要收费的哦，1张护身符100两。我是你爹，你还要收钱？100两一张纸，你从哪儿学的偷匪习气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不要拉倒，别挡我的路。唐时锦说完就走，不理这对脑壳有包的妇女。老太君说的不错，他就是个孽障。爹，小锦似乎不喜欢我，爹心疼我，我怕小锦因此怨恨上爹爹。自信点儿，把似乎去掉。我确实不喜欢你，至于这男猴，怨恨谈不上，就是下头而已。他都走远了，还能听见他们说话。爹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便可安心住在唐家。若庆王府来接你，在意吧。说这600两，你这店是1年不开张，开张吃1年啊？就这个价，这可是顶好的朱砂。小姑娘，你要是买不起，就再去别处看看吧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朱砂，这黄纸，顶多10两银子。老板，你这漫天要价的，真当我是冤大头呢？600两，少1分都不卖。姑娘若是修道之人，就该明白，这道家讲究一个缘分。姑娘这般看重黄白之物，可见不是诚心修道了。你心黑面丑，没少干缺德事。我看你这店啊，也要跟着你倒霉。嘿，你这小姑娘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怎么还咒人呢？我看你年纪小，不跟你计较。走，买不起就赶紧走。切，谁说我买不起了？拿600两，你数数。有钱啊，有钱好说，我这就给姑娘包起来。姑娘，下次有需要再来啊。好说，就怕你不希望我再来。我钱呢？掏出来一把黄纸，还是用过的那种。好啊，敢骗到我头上来了，定要叫那小姑娘知道厉害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不打算出来见见吗？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没想到宋家还有漏网之鱼。我算算，严格来说，你不是宋家人啊，何必为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与尸鬼为伍呢？不值当。宋家与我有恩，又满门惨死于你手，你说我是该报恩呢，还是该报仇呢？哎，打住！宋家是自食恶果，我可没杀他们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哼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天天跟这么臭的尸体为伴，也是难为你了。废话少说，受死吧！嘴巴真臭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一具尸体就把你吓成这样。还好没弄脏，不然回去又要被阿娘唠叨。你还有别的手段吗？要不我等等你啊。黑斗篷连忙从袖中掏出一物，对着那东西就是一顿操作。傀儡的爪子动了动，然后被唐时锦的符镇压得死死的。黑斗篷急得直冒汗，唐时锦的道术确实厉害。逃！王爷是来看我抓老鼠吗？抓鬼本王不在行，抓人本王倒是还行。鼠辈窜逃偷尸，本王不放心你。我没有偷，也并未逃，你凭什么抓我？王爷说你偷了，你就是偷了，你个鼠辈还敢犟嘴？王爷认识这人？你道行不够，强行炼制傀儡，自己也会被反噬。你这是中了尸毒了。他是宋家养子宋之礼，宋家获罪前夕，宋老夫人将他从族谱上除名，赶出了宋家。明白了，宋家留着他来报仇的。傀儡我解决，人交给你。唐时锦说着，手指一扬，一道明火符打出，傀儡瞬间燃烧起来。眼见傀儡烧了起来，他扬手用尽全力一扔，将手里的玉丢了出去。那傀儡像是突然燃起了生命，一整个火人朝唐时锦扑了过去。唐时锦正要祭出瞬移符，忽然被人抱紧了，然后在傀儡的爪子要碰上萧燕后背的时刻，他甩出瞬移符，消失在傀儡面前。八姐，没事吧？本来没事的，你突然抱住我，差点有事。没事。那是我的，还给我！你确定这是你的？就是我的。没有魂玉，他会死得更快。
还给我！是我的，你给我！你既喜欢与尸为伍，仍去乱葬岗，非死不得出。是。一点小伤，完事。啊，别动！刚才那傀儡的煞气冲撞了你，我替你压一压，下次别再盲目的救人了。这小姑娘似乎有些迟钝了。好了，回去换身衣裳就行。主子。萧燕大手一挥，便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，暗卫随后也隐匿不见。这就换上啦？唉，罢了，看不了美男更衣，那就看看魂玉吧。怎么，这块玉有什么问题？我之前只是猜测你的地心命被盗，现在看来不止被盗，还被分割了。唉，可怜的我，好好的一个命格被大卸8块了。这比喻真实在。啊，不是7块，没猜错的话还是7星阵。普通人的八字承受不起地心命，若是一分为7，那便可行。但就是不知道动你命格的人有什么目的，毕竟地心命的作用可以有很多，也不知道宋家跟分割地心命的人有何关联，又是否参与其中。宋老夫人将有子气的魂玉交给宋之礼，只要宋之礼不乱来，以子气的运势，说不定宋之礼将来会有好运势。拿，王爷，这是你的东西，还给你。萧燕没接，脸色略带嫌弃。听大姐说过，这位王爷有洁癖，还有厌女症。他一怔，他刚刚还抱了他，难道说他没拿我当女人，而是拿我当兄弟？兄弟就兄弟吧。抬手掐了个手势，祭出一张符。我帮王爷把子气引渡到王爷体内，也算找回了王爷的一部分气运。待全部气运找回，地星子气归拢，命格自成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。这样看来也算有了条线索。凡是有大机遇的人，便有可能是夺王爷命格的人。王爷自己要多加注意些。多谢你。嗨，不用谢，我答应过王爷的事，自会做到。啊，这个也给你。本王送出去的东西，没有收回来一说。那你倒是解了上面的血印再给我呀。解不了，血印是国师下的。哦，国师在宫里。你回唐家前，国师云游四方去了，不知归期。他觉得那老匹夫是故意的，但他没证据。拿着吧，这戒指有储存吸纳天地灵气的功能，你比我更需要它。你在担心我？也可以这么说。我以前的父王说，你安定边关，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，你功不可没，是大功臣，是个可敬的大英雄。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真诚的夸赞声了。往常别人在说起他功劳时，他不觉得那是一种光荣，反而觉得悲戚可笑。为何要对本王这么好？因为破戒有封印，他用不了，而且还要浪费他好多的符。王爷既然觉得我对你好，那就得答应我，等交易达成，王爷须得让国师解除血印，再将破戒交给我。好，这里离侯府较远，本王送你回去。还是我送你吧。他掏出一张瞬移符，不等萧燕开口，直接将他送走。好了，这一下能去赚我的小钱了。男人影响了他打怪的速度，不能再影响他搞钱的速度。算命10两，镇煞符20两，2张40两。王爷准备好银子，稍后我自会去取。唐诗锦背着小布袋原路返回。臭丫头，你敢耍我？坑了我的东西还敢回来？来呀，把他给我围起来！你霉运当头，是真的要倒霉啊！500两，我替你消灾解难，比你开价还实惠些哦。放屁！你给我的那是银子吗？那是黄纸，没看出来呀！你个小姑娘竟还学了些旁门左道的本事！今日要么把600两银子还回来，要么留下你一条腿来，好叫你知道什么人能骗，什么人不能骗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，让人去他家要银子来赎人，若不给，就打断他的腿。来啊，把这店给我砸了！噼里啪啦的，店里的古玩商品碎了一地。陆少爷，
这是为何呀？为何要砸我的店呢？哎呦，不能砸，那可都是真品呐！都是赝品。陆少爷，高抬贵手啊！不知小店何处得罪了陆少爷？这店是我家祖传的，不能砸呀！你敢拿赝品以次充好卖给小爷，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今日我砸了你的店，也好叫你知道什么人能骗，什么人不能骗。这话听着耳熟，店家惊诧地看了一眼唐诗锦，莫非他真的能看出些什么？误会都是误会，陆少爷，您听我解释。不必解释，小爷是做什么的？小爷也是做生意的，还从未有奸商敢坑小爷的。你是第一个，坑到小爷头上，算你倒霉。店家肠子都要悔青了。没想到陆修招招手，身旁的小厮便推了一个人出来。这个人店家认识吧？不认识。佟掌柜啊，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？还是我介绍陆少爷去你店里买镇宅的法器，现如今陆少爷找上门来，你就翻脸不认人，陆少爷的银子你是没少赚呐。都给我砸干净了，既然都是赝品，也不必留着害人。小爷这是替天行道。是，少爷。陆公子啊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有灾祸。我这里呢有2张护身符，你拿回去，1张贴床头，1张贴身佩戴，可保平安。刚觉得你这小姑娘有点眼光，你就拿2道符骗到我面前来了，没瞧见我在砸她的店吗？这时护卫们也砸完了店，退回到陆修身后。陆修冷冷地看了眼店家和道士，转身就走。哎，陆少爷，缠着你的是个女子吧？她穿着一身嫁衣，坐在铜镜前梳妆，要与你拜堂成亲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今夜子时，她会来找你拜堂，拜完堂你就死了。还真叫他说对了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找道士来驱邪，不想遇到的是个假道士。拿护身符，你可以先试用，后付钱。陆少爷今晚可以体验一下。说完，他就走了。陆修看着他的背影，意味深长地眯起眸子。去查查他是谁。小厮颔首，随后便跟上了唐诗锦。半个时辰后，小厮回到陆家。唐家？镇南侯府那个唐家？京城也没第2个唐家了，就是少爷您说的那个唐家。难道是他？他转手又把自己刚刚扔了的符捡了回来，揣进怀兜里。半夜，陆修睁开眼睛，看到个人影，吓了一跳。秀儿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我房里干什么？不是说了不用你们守夜吗？陆修刚坐起来，迎面就泼来一盆冷水，他迅速闪躲，水珠还是溅到了他脸上。秀儿，你疯了吗？少爷，洗脚。哐当一下，铁盆掉在地上，秀儿也跟着昏了过去。刹那间，房间里的阴寒之气爬了上来，他额角青筋突突的跳，下意识的就想要逃。然而床边已经多了一双红绣鞋。修哥哥，你要去哪儿呀？哼！他惊恐的往后一弹，紧紧的贴着墙壁。修哥哥，时辰到了，跟我拜堂去吧。谁他娘的是你修哥哥？你个丑八怪，你别过来！修哥哥，瑶儿不丑，你看看瑶儿啊。你别叫我修哥哥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缠着我做什么？再不走，我找人收了你。修哥哥，没用的，你逃不掉，你是我的，跟我拜堂去吧。女鬼伸手要抓他，却在触碰到他的时候被一道金光打了回来。你身上藏了什么东西？还好他没有扔掉这张符。子时已过，女鬼不信邪，再次伸出爪子，金光再次大显，将女鬼震了回来。他顿时凶相毕露，随之房中阴气大涨。修哥哥，今夜我若得不到你，我便一天杀一个人，要你陆家不得安宁。清晨，小姐，这是大小姐给的碧螺春，让小姐尝尝。正好，把茶泡上，一会儿招待客人。什么客人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今日啊，会有贵客上门，你把茶泡好就是。不多时，门房小厮便来禀报，陆家少爷前来拜访，说想见三小姐。小姐真是神机妙算，
说有贵客上门，还真有。陆少爷，久等了。你是唐家三小姐？陆少爷脸色不太好啊，昨晚一夜没睡吧？被一只鬼盯着，谁能睡得着？三小姐料事如神，想必知道我因何而来了。我想请三小姐帮我收服那只鬼，让他不要再缠着我，不要再出现在陆家。好说，不过先说好啊，捉鬼除祟要收费的啊。没问题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知道你好，貔貅属性。陆少爷可以先回去，今夜那女鬼出现，我自会将其收服。啊，这几张符你拿回去，跟昨晚一样，一张贴床头，一张贴身佩戴，剩下的以防万一给你留作备用。鬼魂的心眼子多着呢，会找各种机会接近目标，最常见的就是利用目标身边的人。多余的符你可以给你身边的人，这样女鬼就控制不了他们了。我等你。符纸的钱呢，等收服了女鬼，还陆家一个清净后再一起算。陆少爷请吧。陆修揣好符箓，走了2步，又停下回头看了眼唐诗锦。怎么啦？陆少爷还有事吗？现在似乎不是说话的时候，他说了声告辞就走了。入夜后，陆修给身边伺候的人每人1张符，并下令今晚不用伺候，都拿好符纸，老老实实的待在房间里。偌大的陆家一下子就清静了下来。等等，我是不是忘了叫人给唐诗锦留门？不然等会儿他来了如何进府？陆修懊恼的一犹豫，起身就要去给唐诗锦留门，结果刚移动，无端吹来一股阴风。修哥哥，我头发还没梳呢，你来帮我梳头吧。小道姑，你在哪儿啊？忽而一道金光闪现。在哪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哦，瞬移符。唐诗锦扫了眼地上的鬼头。原来你喜欢死无全尸啊！你是谁？放开我！这是我和修哥哥的事，你一个外人来捣什么乱？哈！再敢动，我踩爆你的头！女鬼瞬间不敢动了。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自己去投胎；二，我打的你去投胎。你自己选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没和修哥哥成亲，我不走。他的执念很深啊，而且你俩确实有点露水姻缘。不可能，我从未见过他。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确定没见过他？他内心翻江倒海的躲开视线，不与鬼头对视。喂，自己把头接回去，别再吓着我的招财兽。女鬼感受到唐诗锦的厉害，默默地把头拼了回去。你为何不收了他？收他容易啊，但根源上没解决，他就还是你夫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人用你的八字跟他定了姻亲。是谁？是谁敢这么坑我？你能找到害我之人吗？说话间，女鬼似乎是怕暴露什么，一溜烟的逃了。你很快就知道了，跟我走吧。他早料到女鬼会逃，所以他刚才就在女鬼身上留了追踪符。他叫方瑶，你真的不认识他吗？方瑶，方家，亏我待他们不薄，他们竟恩将仇报来害我。陆修气上心头，一脚就踹翻了供桌和牌位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擅闯民宅？你知道？让方永胜出来见我。陆少爷，给你们3个数，本少爷见不到方永胜，方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方家主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竟不知方家主如此铭记我的大恩，给我立牌供奉呢。陆少爷，你怎么会来？我不来，怎知我在你方家已经死了呢？陆少爷，您听我跟您解释。小女不日前突然染病，不幸病逝。陆少爷您可能不认识她，但是她生前却一直惦记着您。
我女儿一直对您倾心已久，我不忍心看她抱憾而终，这才立了一个您的牌位。你女儿死了，你就要拉我这个活人给她陪葬，还要让我体谅你？哼，本少爷就条狗，狗还知道对我摇尾巴，你们连狗都不如。你知道你女儿纠缠陆修，要拉她成亲吗？你是？你用陆修的八字与你女儿结姻亲，你女儿就会缠上他。你们父女这是想让陆修陪葬啊？不，我没有如此想过，陆少爷，我也是出于无奈，我情有可原，我情有可原啊！啊，这不是情有可原，这是自私。你还挺有本事，本少爷的衣物和八字都拿到了。只是一件衣服跟八字罢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能解除姻亲吗？可以啊，得加钱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要方瑶魂飞魄散，可能做到？谁也别想动我闺女，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。你以为我不敢踏吗？唐诗锦能动手，向来是不喜欢动口的。行，姻亲断了。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我马上就能和陆修在一起了，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姻缘？他的姻缘不在你，认命吧，否则我下一巴掌就要你魂飞魄散。方瑶被震慑住了。啊，你的衣冠冢怎么处置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方家的事你也看着办，活人的事我不管。天亮后我来取报酬。他已经给附近的阴差传信了，很快就会有鬼差来带他走。上天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有什么罪责冲着我来不行吗？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我儿子的命呀！王爷怎么还没来？太医呢？太医找来了吗？长生，你别吓母妃，母妃不能失去你啊！长生，王妃，您别太伤心了，已经派人去禀王爷了。大半夜的叫醒本王，有何急事？王爷，长生病了，他昏睡到现在一直叫不醒，刚刚还发热呕吐了。王爷，快派人传太医来啊！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有什么好大动干戈的将本王吵醒，让处方熬点药灌下去就是。王爷，长生可是你的儿子啊，他病了，你看不见吗？他真的是本王的儿子吗？哼，你以为太医院是你家开的？你想请便请，想传便传，人家太医不用睡觉的吗？这大半夜的，你想让本王去哪儿给你传太医？传不了太医，那就找大夫。找个大夫对王爷来说不难吧？往日太医来开过的药，先给他喂下去，天亮再请大夫便是。长生，是母妃对不起你，母妃没有。突然像是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什么。东菊，快备车，快去备车！王妃，这么晚了，您是要去给小公子找大夫吗？可王爷都说没大夫了，王妃又要去哪里请人来为小公子瞧病呢？对，你速去备车，我要去唐家。马车驶过寂静无人的街道，快些，再快些！片刻后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到了吗？快到了，夜路看不清，险些撞上一个小姑娘。王妃是来找我的吗？瑞王妃正要下车，唐诗锦就直接到了马车里。她的命很快就要被人拿走了。三小姐，此前是我莽撞，我向你赔罪，可否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？还有的救，不过三小姐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哪怕是要我的命我也愿意。我不要你的命，付钱就行。这里太挤了，我们换个地方治病。唐诗锦一抬手击出一张符箓，他们瞬间就从马车里消失了。将孩子放下吧。瑞王妃来不及震惊，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下。唐诗锦掐了个手势，击出一张安魂符，化作一缕金光融入长生体内。片刻后，孩子的面色逐渐有了些润色。长生不是病，是中了咒术。
你也可以理解为有人诅咒他。怎么会？长生还这般小，怎么会有人诅咒一个孩子？这就要问问王妃啦。一般这种诅咒只用在极为痛恨的仇人身上。我家王妃平素最是和善，并未与什么人结过仇怨。哦，想要解咒，需要长生父亲的一滴精血。他只是来救人赚钱的，不过问私人恩怨。快，去请王爷来。是亲生父亲的精血。瑞王妃怔住了。三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小公子的亲生父亲不就是我们王爷吗？我说什么，王妃心中自然有数。我给长生用了安魂符，可保他3日平安。好，一滴血而已，我可以找来。三小姐可否能找到下咒之人？我定要他付出代价。可以。拿，贴身佩戴，可保平安。其实那护身符下面还压着另一道符纸。病我看完了，王妃可以付钱了。多少银子？唐诗锦竖起3根手指头。去我的提己中，拿300两给三小姐。可是王妃……去吧。护身符10两，安魂符20两，看病10两，总共40两。王妃找来精血再来寻我，我会为小公子根治的。说完，唐诗锦就走了。三小姐是个心善的，奴婢也觉得三小姐是个好人。东菊，备车吧。王爷，瑞王妃来了。人在哪儿？王妃将人请去了后院，说是要亲自招待。崇王低头继续作画，管家静静候着。没画好。王爷，不去看一看吗？既有王妃招待，本王去做什么？王爷，何事？嫂嫂说有要事与王爷说，连跟我喝盏茶的功夫都没有。这不，我便先带她来寻王爷了。瑞王妃寻本王有何要事？可否与王爷单独说话？那我便先去小厨房备些茶点，一会儿嫂嫂与王爷说完了事，再去我那里坐坐。嫂嫂可不许推辞，我可许久没见着嫂嫂了。端王只怕日日与嫂嫂腻歪，舍不得放嫂嫂出府走动呢。瑞王妃有什么事，请说。1刻钟后，瑞王妃从书房里出来。瑞王妃，您与王爷说完事了，我们王妃特意交代奴婢在这儿等等您，等您出来，定要让王妃去后院坐坐。我们王妃可是张罗了一大桌的点心呢。崇王妃果真备好了一桌茶点，大多还都是她爱吃的。多谢你的盛情款待，只是长生身子不好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。下次王妃来端王府做客，我一定好生招待。崇王妃咬下一块点心，没什么表情。瑞王妃想站起来，头就有些昏。你不该送上门来。怎么回事？嘿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当事人正在看着你行凶呢。谁在说话？我在说话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唐诗锦并未回答他，而是弯腰将瑞王妃身上的护身符拿了起来。瑞王妃醒过来。他睡了你男人，你恨他是应该的。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他们母子身败名裂，可你呢，偏偏选择了最不应该选的一种，用咒术害人。实在不可取。你是说，是他害的长生？施了咒术的人偶应该还在这屋子里呢。你为什么要害我儿子？你要怎么恨我都不要紧，你要报复冲我来便是。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下手？为什么？你这贱人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你生的是谁的儿子？你来找崇王做什么？我只恨自己没有勇气当人的面捅他7、8刀，还有他那个野种更该死。疯子！没算错的话，你俩之间的恩怨是你咎由自取吧？就是他，就是这贱人勾引的崇王。若不是你给崇王用那药，你住口！趁着2个女人回忆往昔时，唐诗锦已经找出了施展咒术的傀儡娃娃。你可知皇族之人施厌胜之术是死罪？三小姐，这咒术你能解吗？能。当真是你做的？是，这贱人往我心口上插刀子，我便要往他心口上捅刀。
他不是最宝贝他那儿子吗？我便要让他儿子不得好死，我也要让他生不如死。放着自己的妻子不睡，去睡自己的嫂嫂。小丑，你敢说你对他没有动心思吗？我动了，我不仅动了心思，那一日我也知道是他，才想要他的。解肉什么的倒也不急，先吃瓜。当年若不是你有意将我支开，瑞王也不会先一步去提亲，我们的错过皆因你。我凭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有错吗？本王一凭本事冷落你，你便不该觉得委屈。你娶了我，凭什么冷落我？她可是你的嫂嫂，你就不怕瑞王记恨你吗？因为一个女人兄弟气强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？本王无需做皇帝，何须在意天下人的看法？不撕破脸，只是不想让他在瑞王府举步维艰罢了。别说，你们别说了，我只想救我儿子。只要长生能平安健康的长大，你有多少怨恨冲我来便是。三小姐，请你替我儿解除诅咒。吃瓜完毕，该干活了。不可能，我好不容易学来的咒术，你怎么可能轻易解得了？你说你是何方妖孽？反噬而已，他下咒术，咒术自然会反噬到他身上。你该庆幸他下的咒术一般般，否则反噬就不是脑子出问题这么简单了。他变成这样疯疯癫癫，或许对他来说是好事。王妃病了，请王妃带下去静养。事情解决了，王妃应该拿到惊喜了吧？我们回去替长生彻底根治这祸患吧。本王没看错，三小姐是有本事的。过奖了。若有难处，只管来寻本王。你和长生，本王都认。三小姐，我们快些走吧。本王让人备车送你们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自己走就行。这三小姐有如此大的本事，唐家这是捡到宝了。长生，你醒了？你出府了？去哪儿了？去给长生抓药。贱人，你还不敢说实话？你儿子还在病着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去找你的姘头。你知道外面如今都怎么说本王的吗？我只是去给长生求药的，王爷不想救长生，想活活拖死他，这当我不知道吗？我早就同王爷说过，说王爷不能容忍我们母子，我们离开便是。你给本王戴了绿帽子，还想拍拍屁股走人？你把本王当什么了？现在所有人都在笑话本王给别人养了儿子，你让本王颜面尽失，这野种是你的心头宝，嫣然呢？本王如今怀疑嫣然究竟是不是本王的种。嫣然是不是王爷的血脉，王爷心里不清楚吗？新婚之夜，王爷是如何对我的，难道王爷忘了吗？本王就知道你这贱人一直在记恨着本王，恨本王拆散了你和萧崇，所以你就给本王戴绿帽子。本王替他萧崇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我得从你们母子身上讨回来。说着，他转头就要去抓长生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若想动长生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敢私闯本王府邸？哼，我一直在这儿打女人，你也算男人啊？我教训我的王妃，关你什么事？本王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敢送上门来？只会在女人身上找优越感的垃圾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本王！聒噪，定身禁言符就适合这种人。娘亲疼，娘亲不疼，长生乖，等长生好起来，娘亲带你离开这里。三小姐，拜托你了。唐诗锦点点头。姐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客气，我收了报酬的。多谢三小姐救命之恩，三小姐便是长生的再生父母，大恩大德，我们母子此生不忘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是我们修道之人应该做的。而且我也很喜欢长生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妈呀，该去下一家收银子了。打工人的快乐也就在领银子的时候了。王爷怎么还没走？那是本王不想走吗？是他走不了啊。来人，把你们的王爷抬回去。
听闻你去了瑞王府，瑞王可是个表里不一的，他可有为难你？难怪他觉得忘了什么事儿，原来是忘了瑞王的定身禁言符没解。不过也不要紧，2个时辰后会自动解开的。银子准备好了吗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哇，攀关系套近乎没用啊，不打折。他是那种需要套近乎打折的人吗？多少银子？你开个价。这个数其实已经是友情价了，所以没得打折。3万两。3万两银子装箱太重，怕你拿不动，还是给你准备银票吧。我想说的是30两，一下子就变成3万两了。有钱人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吗？去拿3万两银票给小道，小锦。我叫你小锦，你不介意吧？其实也没那么贵啦。贵吗？先前被我砸的那家黑店，2个没用的破法器都坑了我3000两。你是有真本事的，就救了我的命，3万两不多。看出来了，原来你才是最大的冤大头啊！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却之不恭啦。很快，小厮取了银票来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啦。以后再见鬼了，欢迎来找我。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万一呢？毕竟他抓鬼在行，也省得他多花冤枉钱，不是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唐诗锦顿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我与阿凛是挚友，我们小时见过的。他盯着陆修。你减肥了？没记错的话，小时候他很胖的。小时候你不是说胖子都是潜力股吗？你看我，如今脱胎换骨般，可见你所言不假。你这是从哪里换了颗头？没成想我瘦下来，你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嗨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只是吧，我对长相普通的有脸盲症。我长相普通？你随便去打听打听，谁不说我陆少爷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又腰缠万贯？小道姑居然说我普通，他大概是眼神不好，一定是在山上待久了，没见过男子，更没见过像我这样的美男子，所以才觉得我普通。你哥哥之前给我来信，托我照顾你，今后缺钱了尽管来找我，银子管够。突然就傍上大款了，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奋斗了？阿凛说了，即便你回了唐家，你依然是他妹妹。若是唐家敢欺负你，让我给他传信，他回来替你出头。但我更喜欢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如此才心安理得。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独立有自己的坚持，看似冷漠，实则心地仁善。他好像还有一家的报酬没收，于是他挥挥手跟陆修告辞后离开了陆家。主子，属下发现了一件大事，主子请看，这是国师留下的，属下竟忘了还有这么重要的事。亲王的女儿，也就是三小姐，她是主子的克星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！原来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收银子的，王爷准备好了吗？本王比你大不了2岁，命你相克之时，那是国师测算，本王当年并不知内情。阿锦，莫要怨本王可好？他这是在跟他解释。王爷言重了，不过国师似乎才不配位啊。我算过了，我与王爷并不相克。是，国师的道法不如阿锦，本王遇到阿锦，是本王运势好。他觉得主子在甩锅，但他不敢吭声。说好听的话没有用，不打折，总共50两，王爷拿钱我走人。高峰，去拿银子来。是。高峰默默地退了出去，难道是国师搞错了？阿锦，本王想请你看看，本王找回了一部分气运，寿数可有延长？有，但不多，地心命须得完全找回，你才能长寿。今后就有了阿锦了。嗨，好说，付钱就行，不白打工。阿锦上次说夺本王命格之人会有大运势，京城有大运势的的确有几家。阿锦，可否有空陪我去看看？可以，不过我的符用完了，我得先回去画些符。等了1刻钟，高峰还没回来。王爷府上条件很困难吗？拿个银子要这么久？倒也还过得去。没想到啊，堂堂皇叔竟然过得这么拮据。这时高峰拿了银子回来。三小姐，这是50两，你数数。不用数，我信得过王爷的为人。临走前他看了眼高峰。我观你印堂发黑，一脸的倒霉相，要买符吗？10两一张，可以帮你化解霉运哦。多谢三小姐好意，属下命硬，不怕霉运。这家伙确实命硬，不然也不能跟在煞气缠身的小皇叔身边伺候。
10两银子一张的符，他1个月的月钱都没有10两，并且他怀疑唐诗锦是在给他穿小鞋儿。谁救他谁倒霉哦。萧燕扫了他一眼，高峰只觉得脖梗一凉，幸好萧燕没说什么，只是让他退下。高峰摸了把虚汗，立马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压压惊，结果身边有侍卫路过，叫了他一声高大哥。他捂着自己咽喉，发出的声音。高大哥，你怎么了这是？高大哥，快放手！你会掐死自己的！一脸的倒霉相。不会这么灵验吧？就在高峰要被活活窒息而亡的时候，萧燕一掌拍在高峰后背。多谢主子相救。你确实一脸倒霉相。主子，属下去找三小姐买符还来得及吗？10两银子买你一条命，不亏。吃饭的时候，萧燕习惯饭前先饮杯清茶，咔嚓一声，瓷杯无端裂开。主子，阿锦的话果然灵验。都怪属下不好，是属下连累了主子，属下先替主子包扎，然后便去找三小姐买符。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快去瞧瞧阿娘，咱们的外祖父不好了。没等唐诗锦理解过来，就被拉到了卫士屋里。小姐、令姨，叫上你们2哥，跟我回去看看你们外祖。母女3人坐在一辆马车里，唐玉妍则在外骑马随行。阿娘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外祖父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二郎已经找了京城最好的大夫前去。你舅舅来信说不成了，怕是真不成了。生老病死乃世间常态，唐诗锦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卫士，只觉得内心有些酸楚。哦，这就是小锦吧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你外祖一直惦记着你，去看一下他老人家吧。一进门，唐诗锦便感觉屋子里的阴寒之气极重。外祖父，令姨来看您了，您睁开眼睛看看令姨呀。小锦，给你外祖父磕个头，尽个孝吧。为娘应该早些带你回来的，不想竟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舅舅，让他们都出去吧，外祖父还有的救。小锦，你说什么？三妹妹，你是说……外祖父不是病重，只是被阴气侵蚀了身体。这……兄长，还请相信小姐，让这些人都走吧。你辛苦诸位郎中跑一趟，来人，带诸位去领诊经，然后好生将人送出府。唐诗锦专心救人，祭出一张安魂符，融入魏老将军眉心。我听见是你救了我。父亲，您可吓坏儿子了，这是小锦，是他救了你，您有个好外孙女啊。这点事就吓坏你了？出息！我的孙辈儿哪个不好？小锦，过来，外祖父瞧瞧你。外祖父，好，回来就好。我刚刚，丫头，你是怎么救我的？用符纸。丫头好本事，你跟外祖父说说，我因何病重？外祖父身边有阴灵，阴气日日消耗外祖父的精气，慢慢的您就会阳气不足，成重病状态。其实您只是杀阴灵累着了吧？我外孙女是个高人呐。父亲，您刚醒，还是先歇着养养身子吧。小锦已经回来了，有什么话等您养好精神再说也不迟呀。我精神好着呢。丫头既说我身边有阴灵，可知道阴灵在哪儿？那把刀上有阴气。小姐，你说这把刀有问题？唐诗锦点头。兄长，这宝刀瞧着眼生，父亲从何处得来的？是我无意间得来的，没想到是个不吉利的。丫头既说这把刀有问题，拿出去丢了吧。父亲又何必替他遮掩？这把刀是我的妹夫唐孝明孝敬给父亲。什么？兄长，唐孝明几时来过魏家？为何我不知情？他没告诉你，你自然不知情。在1个月前，唐孝明得了这把宝刀，便拿来献与父亲。父亲爱惜兵刃，几乎日日都要擦上几遍。想来父亲也是1个月前开始病的。小姐，你可看仔细了，你外祖父当真是因为这把刀而病重？父亲怎么会？小姐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这刀有极重的戾气，想来屠戮了不少人命，才会有这么多的阴灵附着在上面。外祖父若每日与此刀相伴，阴气便会日渐侵蚀他的身体，最后连外祖父的魂魄都会像刀上的阴灵一样被禁锢吞噬。回来！
他如何不知父亲顾虑的是妹妹？交给我吧，若小景所言属实，我饶不了他。小锦，你外祖父的身体可否能调养好？能的。令姨，你们在魏家住几天，多陪陪你们外祖父，等外祖父身体好些，你们再回去。阿娘你呢？我即刻便回去。阿娘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侯爷呢？夫人，侯爷在老太君那儿。母亲，近日您觉得身子怎么样？我老婆子还死不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泼辣强悍，非但不来我这个婆母跟前示急不说，还动辄在我面前甩脸子。这是我唐家，不是他魏家，你也不怕叫人笑话？母亲，您且再忍忍，儿子迟早休了他，再给您娶个贤良听话的媳妇回来，孝敬您老人家。哼，若想休妻，何须忍耐？即刻便可写休书。你不是回娘家了吗？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侯爷认得这个吗？认得，这刀是我送给岳父大人的，你将它拿回来做什么？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想干什么？魏氏，你敢在夫家动刀子，你还有没有点做人媳妇儿的样子？哼，即便我不是您口中贤良淑德的好儿媳，可扪心自问，我从未想过要对您不利。而您的好儿子，身为女婿，却敢对岳父不利。唐小明，你敢害我爹，我便要你的命！不可能，你在说什么混话？我送宝刀给岳父，只是想讨好他，你休要在这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你敢让我刺上一刀，以证清白？魏氏，你究竟发什么疯？你爹喜爱这些兵器，我送宝刀是为了投其所好，讨岳父欢心，有什么不对？我这是在给你抬脸面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这刀上附着阴灵，害得我爹病重，你敢说你不知情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阴灵？这就是一把上好的宝刀，哪来的什么阴灵？是不是你又在你娘面前胡说了些什么？你个孽障，从道观里出来，搅得家里乌烟瘴气，我就不该将你接回来。侯爷若是真无辜，那干嘛不让我阿娘刺上一刀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证明我是在胡说？放心呀，阿娘下手有分寸的，不会要侯爷的命。放肆！你还想弑父不成？只需一点点皮外伤，侯爷就可自证清白。是个男人就别怂，不然我看不起你啊！魏素雨，你敢？你敢对我爹不利，我就敢弑夫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害岳父？就凭这臭丫头几句装神弄鬼的话吗？你简直荒唐！来人呐，给我把这个悍妇捆起来，开祠堂请家法。下人们听见声音进门来，谁敢动？下人们纷纷低着头，不敢上前。你们都聋了，不要忘了，你们是谁家的奴才，谁才是唐家的主子？谁是唐家的主子？若无我，唐家焉有今日的荣光？你一个外姓人加入唐家，在家中横行霸道，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你吗？不休你就是孬种！你该庆幸小锦救活了我爹，否则我定要你陪葬。说的不错，一个外人也敢在唐家耀武扬威，你仗着谁的势？没听见侯爷的话吗？把夫人捆起来，押去祠堂，罚跪反省。我是外人，难道您不是？您老人家大概是忘了，我跟您是一样的，您也不姓唐。混账！我是你婆母。您不是让你儿子休妻吗？很快就不是了。够了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知这刀中有阴灵？这把刀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什么阴灵，我送宝刀只是为了哄岳父大人高兴，我这也是孝敬他老人家。哼，侯爷还没说，这一刀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呢？刀上有阴灵，险些害了我外祖父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不可能，那刀哪来的？混账东西，你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吗？是啊，侯爷你要知道啊，我多的是办法让你说实话。是太子上赐给我的，我知岳父喜爱兵甲，便转送给他老人家了。我哪知道那上面有什么阴灵？太子？难道是太子要害我爹？你疯了，这话也是能乱说的吗？我看这件事就是个意外，没准岳父大人真的只是生病了而已。你们休要神神叨叨的，太子根本就不知道我将宝刀送给了岳父。是意外还是人为，还真不好说。魏氏得到答案，收起刀转身就走。
我等着你的休书。我娘在唐家一日，她便是唐家主母。谁要是敢对我娘不利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万鬼缠身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儿。她如此不将我们母子放在眼里，你还留着她做什么？现在就写休书，让她滚出唐家。是他不想休了卫氏吗？是他休不得。若休了他，魏老将军势必不会再扶持他。母亲，暂且不能休了卫氏。原以为那把刀能悄无声息地让岳父病逝，为何不能休？莫不是方才他们母女说的是真的？你当真想谋害你的岳父？我没有，我不知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儿子真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谋害岳父。老太君再不敢说要休了卫氏的话了。夜里，唐玉妍喝醉了。二哥，我可以让你清醒下。我没醉，我一直都知道父亲和母亲互相怨怼，我以为只要维持住家中表面的平和，便也是一家和睦，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母亲其实在唐家过得不开心，父亲呢，碍于母亲身后的魏家，不敢轻言休妻，也冷落母亲，一家人都貌合神离，现在连装都装不下去了。唉，阿娘和这男猴的夫妻情缘已断，与其做一对怨偶，不如各自安好。再说，你何必苦兮兮的？你这个年岁，父母不会争你的抚养权。三妹妹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是在开导你。受教了，你说的对，阿娘不该因为我们被绑在唐家。与此同时，太子府，太子肖战打坐时突然睁开眼，感应不到了。他用一张符纸，双手合十夹在掌心，再度闭上眼，视觉中便看到了魏家的光景。突然，唐诗锦赫然抬头，随手打出一道符，空中冒出灼烧的火花，一双窥探的眼睛消失了。该死的唐诗锦！来人！太子殿下，传太医。要不是他收手的快，眼睛就要保不住了。是。三妹妹，你刚刚在打什么？莫不是外祖父府上还有邪祟？没什么，一只偷窥狂而已。我这就去找舅舅，让他加强戒备。外祖父身子尚未养好，可不能再出岔子。去吧。纸人便有意识般的飘了出去，唐诗锦随后跟上。纸人飘到了一座府邸前，他想飘进去，却被一道结界给撞了回来。果然是太子，没想到堂堂储君也修习了道法，还在自己府中布下了法阵。刹那间，铺天盖地的阴气从阵眼处往外泄，难怪要用锁魂阵，看来这太子府的阴魂不少啊。紧接着，他听到太子府传来人仰马翻的声音。怎么回事？回太子，府里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就乱了。拿去贴在府里的各个长廊门窗上。是。谁？什么人敢打本太子？大胆小鬼，还不速速退下！为什么他的符不管用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太子殿下，滚过来，扶本太子离开。是。唐诗锦，这是猜到是我啦？太子殿下，王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疼吗？还挺疼的。他手心都打红了。你不抓我？本王为何抓你？只是太子府危险，你不该一个人贸然擅闯。我不怕。夜深了，本王送你回去。王爷，你能先松手吗？我可以自己走。你不问本王，为何知道你在此处？王爷自有王爷的门道。再说，王爷不是拿我当兄弟吗？兄弟办事，王爷帮忙，那是王爷大义。这兄弟？谁说他把他当兄弟的？怎么啦？王爷怎么不走啦？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罢了，他还没开窍呢。我有权隐卫，太子府外有我的人，你出现在太子府，本王便收到了消息，怕你出事，才来寻你。
我在太子府察觉到了傀儡的气息。之前刺杀你的傀儡，必不是出自宋家，宋家只是个背锅的。我看呐，十有八九是太子搞的。太子想杀我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然则以邪术炼制傀儡，他这个太子便是德不配位。唉，王爷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回子气，让你重新回到属于你的命格上。本王拭目以待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有他在，亦可保他在京中无恙。打从魏氏带着子女回了魏家后，便在魏家住下了，没再回唐家。白家、刘珠，别只买衣裳、珠钗首饰、胭脂水粉，只要是我外甥女喜欢的，尽可买下，不必吝啬钱财，也不必为我省钱。是，将军。傍晚时分，马车才回到将军府。父亲，你二人这是打算在此常住不成？买这么多东西得花销多少银子？一个女子如此大手大脚，将来如何操持家务？我们花你银子了吗？谁说女子就一定要操持家务啊？你这口气是看不起女子吗？你敢顶撞为父？女子本就该在后宅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，你自己也生也长，莫要带坏你大姐。另一，你与宋家退婚一事已经让我唐家折损了颜面，你还如此不知收敛，跑出去抛头露面，是嫌唐家不够丢人吗？你也就剩一张嘴了，再不知道闭嘴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们乱花外人的钱财，贪慕虚荣，为父还不能说你们了？小景跟令仪并非是外甥，我是他们的舅舅。你这个父亲如此大义，又怎么不给他们银子花呢？正好我外甥女看上了一间银楼，你买下来送给他们吧。大舅哥这是在羞辱他呀。我家妹子若不是嫁于你，说不准亦会是个战场杀敌、建功立业的女将军。谁说女子就得相夫教子、操持家务？只有没用的男人才会凌驾于女子头上去找优越感。他喜欢这个舅舅。兄长言重了，我是来探望岳父大人的，顺便接夫人回去。他们几个已然在兄长家叨扰多日。这里也是他们的家，有何叨扰？怎么，你以为我妹妹做了唐夫人就不姓魏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去找你算账，你就该缩起尾巴窝在唐家。谁给你的胆子跑来我魏家教训我的外甥女？夫人虽姓魏，却是我唐家妇，有道是出嫁从夫，官以夫姓，她便是我唐家的人。我来接回自己的夫人，兄长何故如此阻拦？莫不是想挑拨我们夫妻感情？你一个背信弃义之徒，你有什么脸面以我妹子的夫君自居呢？你可还记得你当年究竟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一个连妻都没娶的男人也好意思跟他翻旧账？侯爷是来送休书的吗？我兄长是给我面子才没将你赶出去，你若识趣，留下休书就可以走了。什么休书？不过是气头上的一句气话罢了。谁家夫妻拌嘴没说过两句气话？正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跑回娘家，一住就是好几天，岂不是让外人笑话？哼，我几时在乎过别人笑话不笑话？兄长和父亲不嫌弃我，我便在家住着。和离一事我没开玩笑，唐家让我厌恶，我不想再回去了，也不想再跟你过。宝刀一事，无论你知不知情，你既做出来了就该想到，我们的夫妻情分到头了，回去写好休书再来吧。妹妹总算看开了，若是此时和离，魏老将军绝不会再提拔他，魏宇泽也会尽情地打压他。夫人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说什么合离不合离的？若真合离了，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令仪和预言？你就不怕他们兄妹俩被人笑话吗？宝刀的事是我的疏忽，我这不特地来向岳父和夫人赔罪了吗？我是真不知道岳父会因那把刀病重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去给岳父赔罪，求得他老人家的原谅。夫人，我是不会休了你的，你就不要同我置气了。不必说了，你若不写休书，我写。签个字吧。荒唐，哪有女子休夫的？即便是被男人休弃的女子，也得常伴青灯古佛，无颜见人。你竟堂而皇之的要休夫，简直荒谬！没有女子休夫，今日我便开这个先例又如何？唐孝明，是我要休了你。这才是他妹妹，往常在唐家太过憋屈，如今总算做回自己了。你们是死人呐！不会劝一下你们阿娘，别忘了她姓魏，但你们姓唐。唐令仪被吼得身子颤了一下，他垂下眸子，并未阻止阿娘。阿娘要休夫，他举双手双脚赞成好吗？来人，给这男猴搬张桌子，拿笔墨过来。这上面写的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，
侯爷，签字吧。九兄，你撺掇你妹妹与我和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以后我妹妹便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家里，无人再敢说什么闲话。孩子们也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，花几个银子，都有些人舍不得。我不会签的，你想让我被人耻笑？做梦！但凡他不签字画押，魏氏到死都是唐家妇。这可由不得你。他正要叫人来压着唐孝明签字，二郎听到唐孝明喊他，他默默走了出来。二郎，你快劝劝你母亲，你看她闹的什么脾气？为着这么一点小事，竟要和离休夫，她这是想拆了这个家呀！玉言这孩子向来听话，又高中探花郎，他若休夫，会不会影响他的前途？小事？父亲可知外祖父险些没命？可他不是没事吗？你外祖父病重，兴许就不是因为那把刀，鬼神之说纯属无稽之谈。二郎，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难道不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吗？再说你外祖父不是已经好了吗？你们怎么能无端将莫须有的罪责扣在我头上？那把刀是陪葬品，可谁又能真的确定那刀上有阴灵？父亲，请签字吧。混账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竟要你父亲母亲和离？不是和离，而是休夫。我若是你，签了字，莫再纠缠，否则我与父亲能让你当上这个镇南侯，也能让你从这个位置上滚下去。当初是岳父大人说是我智破蛮夷，立下军功，大舅哥若是要道出当年的旧事，就不怕魏家也落得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吗？我若废了他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用不着兄长动手。你不等他开口，魏氏直接将他提了起来，推到桌边。你无耻的让我恶心！我当年是瞎了眼才会瞧上你，你有哪一点配得上我？魏素雨，你说这话你有没有良心？这些年你在唐家作威作福，我哪次不是容忍你？当年我对你亦是有求必应，我对你难道不好吗？好大一只凤凰男呐！父亲，不要再和母亲相看生厌了，父亲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你便让魏家这般羞辱你的父亲，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儿子。我就是不想看到父亲再受羞辱，所以还请父亲莫再纠缠了。唐玉言捉着他爹的手，将笔塞到他手里，强行按在休书上。混账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敢逼迫为父？唐玉言又抓着他的手，按下了手印儿。逆子！父亲，请吧。我唐家没有你这样亲疏不分的孽障，以后你也不必回来了。唐孝明怒而甩袖，愤然离开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去接魏氏去了吗？怎么这副脸色回来了？母亲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休了他？是他写了休书。魏氏凭什么休夫？他怎么敢？奈何老太君腿脚还没恢复，走不得路，被唐孝明给拦了回去。还嫌他不够丢人吗？老夫人，侯爷，夫人回来了。哼，他莫不是后悔了？你去让人将他拦在门外，想回来就一步一叩头的跪来我跟前。唐孝明觉得魏氏不可能来认错，心里又想，万一呢？魏氏直接带着唐诗锦去了库房，指挥人搬东西。休夫了，他的嫁妆和家私可不能便宜了唐家，都得搬回去。唐令仪和唐玉言本来也想陪他回来，被魏氏拒绝了。阿娘是知道我的本事的，若有人敢不长眼的阻拦阿娘，我能让他们闭嘴不是？免得吵到阿娘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动唐家的东西？唐家的东西？这些年你毫无建树，唐家都是靠我维持的，你哪来的脸说是唐家的东西？这女人在魏家羞辱他不算，竟还追到唐家来羞辱他，简直岂有此理！荒唐！你作为唐家主母，与唐家的人情往来，何该你去维系？这是你的本分。哼，你儿子没告诉您，我已经把他休了吗？这个唐家主母，谁爱当谁当。放下！你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！那都是我唐家的家财。魏氏，你违背伦常，妄言休夫。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离经叛道的妇人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哼哼，好好说话，不然让你们这辈子都说不了话哦。你祸害家门，我就不该把你认回来。后悔也晚了，你若没起恶念，便不会有今日的恶果。识相的就让开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
今日若不将唐家的东西留下，你休想离开。老太君啊，腿上的伤口很疼吧？猫哭耗子，假惺惺。老太君是该多拜拜佛，求佛祖保佑你不被湿气折磨死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太太该庆幸当时的唐之礼道行浅，又是在佛寺里受佛光庇佑，不然就不只是摔伤腿而已。啊，你的腿啊是被傀儡所伤，3000两，我替你摆平。你给我滚！是，滚就滚。阿娘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回家。谁敢？这次给他用了定身禁言符，全身上下能动的只有眼珠子。唐家门外，卫士的嫁妆装满了几个马车，浩浩荡荡的离去。唐娇娇从门背后露出半个身子，眼睛里充满疑惑。就在唐诗锦他们刚走，又有一辆马车停在了唐家门口。三小姐，左侍卫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想见三小姐，特命卑职来请。三小姐，请吧。有劳左侍卫了。三小姐，请吧。一进去，他便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味道。太子哥哥，旁边还跪了好几个太医，全都低着头瑟瑟发抖，不敢言语。待太子抬起头来，啊，好丑！刚刚那是太子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怎么是你？不是太子殿下让人来找我的吗？左莽，太子殿下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我让你找人，你把他找来干什么？不是太子殿下让我去找三小姐的吗？我让你找的是唐诗锦，你找他来有什么用？太疼了，疼得他想抠了这双眼珠子。卑职愚钝，太子殿下恕罪。太子殿下找小景做什么？他能治本太子的眼睛。3天了，他眼睛四周的腐蚀越来越严重，太医们却束手无策。要想保住眼睛，眼下只能找唐诗锦了。没听说过小景会医术，太子哥哥的眼睛是怎么了？怎会伤成这样？还不去找人？是。等一等，要找小景，左侍卫不必去唐家了。小景不在唐家。他在哪儿？他跟随侯夫人回了魏家。他的眼睛就是在魏家伤的。唐诗锦这是打算坐镇魏家吗？卫士吩咐人将带回的东西搬进库房。这都是你的嫁妆跟积蓄，不必放进库房之中，留在你自己院子里吧。舅舅，家里有药台吗？啊，如果有药房，那就最好了。自然是有。小姐问这个做什么？我要炼药。哦，小姐还会医术？略知一二。阿娘，等会儿有人要给我送银子来了，我要去炼点药。去吧，药房的药材繁杂，小景要当心些。阿娘放心。你这个女儿不错。那当然。听闻她同19王爷走得近，是吗？我瞧着也是。19王爷身份贵重，更有传闻王爷不近女色。小景这些年生长在外，怕是自在惯了。她与19王爷走得近，我担心不是什么好事。19王爷身份是贵重，但我家小景也不差呀，他还是归墟道长的徒弟呢。再说，我瞧着是19王爷先接近我家小景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19王爷眼光好啊。少将军，太子府来人想求见将军，说想见见三小姐。到底是见我，还是见小景？卑职觉得是想通过少将军见三小姐。哦，太子找小景做些什么呢？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唐孝明说过，他送给父亲的那把宝刀就是从太子那儿得来的。